大须祖训：天黑别出门。黑暗里怎么会有活人？他能活下来，不会是个魔怪吧？这玉佩和村里的石像一样，能抵挡黑暗，可能是玉佩帮他活下来的。闭嘴！再闹就把你扔出去！我们这些废人被逼到大墟里，连自己都很难养活，怎么养孩子？送人得了。不如毒哑他，等不哭了再给他解毒。老娘捡到的小孩，谁敢动？老娘有牛，能用牛奶喂的，用不着你们养活。村长，您怎么看？咱们残老村终于有个健全的人了。既然村长也同意养他，就给他取个名字吧。就让他姓秦吧，名字就叫做木，秦木。长大了便叫他去放牧。秦木。
让你去采药，居然在外面睡到将近天黑，再有下次，连婆婆也救不了你。村长爷爷，你们总说天黑以后有可怕的东西在黑暗里活动，会吃人。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呀？是什么不重要，只要有石像在，那些东西就不敢闯进村子。村里的石像又是什么？为什么能抵挡黑暗呢？木儿，大虚的秘密太多了，少点好奇心，才能活得长久。哦，知道了。村长爷爷，那我去放牛了。木儿，记得在天黑前回来啊！知道了。这些年，木儿完全没有觉醒的迹象。要是万一木儿是无法修炼的普通人怎么办？普通人只有短短几十年寿命，大虚又这么危险，他要如何活下去？若能觅得4灵之血，或可助木儿觉醒。黑暗里到底有什么呢？你要去哪儿？牛，快回村！天要黑了！救我！是你在说话。木儿，你是用牛奶喂养大的，我算你半个娘，你要救我出来。救你？怎么救？取出我颅顶的银针，我花了整整11年，才从体内逼出这一根银针。好像是婆婆的绣花针。木儿，你不打算报答我这些年的哺育之恩吗？怎么回事？牛，你怎么了？牛，你起来啊！整11年，我终于从该死的皮囊里出来了！这次就先杀了你，再血洗残老村的恶人！
你谁？为什么要变成牛？我乃堂堂香龙城城主的夫人。要不是那妖妇作恶，趁我产子之际暗算，将我变成一头牛，我怎会沦落至此？此仇此恨，我定会奉还！婆婆救命啊！臭小子，耍我！全爷爷，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？全爷爷居然这么厉害啊！城主夫人，11年前你就该死了。如果不是木耳，你以为还能活到现在？妖妇！你的手段用错了地方。当年不去惩戒你好色的丈夫，反倒记恨那些无辜女子，将她们活活打死。如今又对小儿痛下杀手，真是不知悔改。他死了？你小子，江湖经验还是不够啊！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这就是大虚。走，回去。今天可是木儿觉醒的大日子。我觉醒？嗯。魔怪遍野，白骨满道，神奇之地大虚，实在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。这具尸骨衣着华贵，似乎是来自大虚最富庶的香龙城，想必还是城中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尸骨上的针孔是天魔教的法术所致。魔教余孽在延康国销声匿迹，原来是躲进了大虚里。诸位，随我去大虚除魔卫道。药师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灵的血脉找齐了吗？4灵血虽然无法弄到，不过用他们的后羿、青蛟蛇、铁骨虎、雷鸟和金龟代替，也可以练出一点灵血来。墨儿，没事吧？木儿，别怕。爷爷们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他们在帮你觉醒。
听好了，接下来是你觉醒的第一课。人体内有7大神藏：灵胎、五曜、6合、7星、天人、生死、神桥。他们天生被壁垒封闭起来，需要修炼者自己破壁打开，就像藏起来的宝藏。药师爷爷炼灵血是想帮我觉醒，打开神藏吗？不错，壁破不开，便觉醒不了灵胎，无法打开神藏修炼。有的人受上天眷顾，一出生便破了灵胎壁，觉醒灵胎。就像我们9个，天分比普通人高出不知凡几，生来是修炼的苗子。这种体质就是灵体。那我呢？要助木儿的灵胎觉醒，还需要服下4灵血。这就是青龙灵体，主掌青龙元气。看老子的朱雀灵体，玄武灵体。这就是灵胎的元气属性。司老太婆是白虎灵体，白虎元气。别再叫我死老太婆。灵胎对应着4灵，有4种元气属性，因此灵体也有4种。毕竟不是正统的4灵血脉，只能练出这点灵血。喝下灵血，便会激发元气的属性，让灵胎觉醒。是不是青龙灵体？说不定是白虎灵体。一定是朱雀灵体。是朱雀灵体吗？好热，好热，好热！不是，玄武灵体，一定是玄武灵体。疼，好疼！都不是。这么说来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凡体。我们都老了，如果死了，他在大虚1天都活不下去。或许应该把木儿送出大虚。送他出去，我们会被仇家发现，都会死。他被我们连累，也会死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婆婆和爷爷都是好人，我不会让你们死。别打了，放开我！我要和他单挑。好。好什么？我说，木儿是个好苗子，他是结合4灵体之长，万古无一的霸体。霸体。我也没听说过，但村长见多识广。普通灵血很难激发霸体的灵胎，必须集齐真正的4灵血。你们继续捕捉4灵的血脉后裔，练出灵血，喝得多了，自然能让霸体觉醒。好，明早咱们就去打猎。好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对了，还得盯着木儿训练，消化吸收灵血，别让他喝成个大胖娃娃。从来没有过霸体，我们都会老死，只剩下木儿，你瞒不了一辈子。所以我们要木儿相信，他就是独一无二的霸体。你会害死他的，他只是个普通人。我想看看，一个普通人在无以伦比的信念下，会不会超凡脱俗，做出我们这些灵体也做不出的事情。或许将来他真的能够走出一条凡体及霸体的道路。凡体会成霸体？只要有信念，凡体即霸体。那天起，所有人都亢奋起来，就连最冷静的药师爷爷也变成狂热的炼药怪人，整天在我这个大活人身上试药。一定要喝这么多4灵血吗？
霸体就需要这么多。一次灌太多灵血，会把木耳撑死的。跟老子练刀去，消化消化。另一个狂热分子就是他，最张扬的刀客屠夫爷爷。别看他喊打喊杀的，下手却很小心，从不会伤到我。当然，这得是他还没发疯的时候。木耳，来。太慢了，你是霸体，你的杀猪刀还可以更快。夜战连城风雨就是要快。快的像是黑夜中的风雨一样，洒遍全城。刀越快，注入刀内的元气就会越强，刀气就会燃烧。给我再快，让你的刀燃烧，让你的气燃烧，让你的精神燃烧。燃烧之后就是武道的极致，就是神通。老子早晚要劈开这天，杀回去。老子被斩断的是腰，丢掉的是双腿，但不是脑袋。老子要杀！这正是刀法的极致，神通。屠夫又疯了。走，练拳。看上去马爷爷是古板阴森的棺材匠，但我知道，其实他是最热心的老好人。只是训练时，老好人也会毫不留情，重拳出击。屠夫的刀法，切出火焰才是神通，而我的拳法，打出雷音才是神通。从前爷爷们教的是基础的刀法和拳法。现在都提到了用元气属性将刀法、拳法推到极致的神通，这才是霸体的修炼。一只手也可以练拳，一只手也是1000只手，这就是雷音8式中的第8式——千手禅尊。来，攻击我！用拳突破声音的局限，突破空气的束缚，并可以掌控雷霆。一拳一掌都可以摧毁对方的魂魄和身躯，让他万劫不复。傻木耳，打不过怎么办？跑啊！嘿，生活不只有远方，还有苟且。这个每天笑嘻嘻的，是我最好的朋友瘸子爷爷。以前我以为他笑是因为开心，可见过他笑着杀人后，我也分不清他的笑是真还是假了。瘸爷爷，啊，你有神通吗？当然，我的神通就是腿。腿是风，是大地，是力量之根。你试试，只要跑得够快啊，一切都是平地。
你可以在墙上飞奔，水上飞奔，甚至在天空飞奔。当声音追不上你的耳朵，就算初步修成偷天神腿的神童啦！瘸爷爷的腿这么快，是谁砍断了他的腿？马爷爷的拳这么厉害，又是谁砍断了他的右臂？还有童爷爷的刀，谁能将他拦腰砍断？他们的仇家吗？我是霸体，我得变强。虽然我可能永远也不能像他们一样强大，但必须付出100倍的努力去保护他们。木儿，别逞强。你的元气快耗尽了，先来调息一下。这是我们残老村的老大，最博学的村长爷爷，无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你从小练的这门导引功，就是专门训练霸体运转元气的功法，叫做霸体三丹功。霸体三丹功听起来好厉害。只要觉醒灵胎，凭借霸体和霸体三丹功，你定会成为万古无一的强者。教我修炼的还有最爱折腾人的铁匠哑巴爷爷，最骄傲的画师聋子爷爷，最喜欢耍帅的相术师瞎子爷爷。爷爷们都这么拼了，作为霸体，我也不能落下。霸体三丹功，村长，你教他的好像是旧时代最普通的导引功吧？木儿的元气没有属性，只能修炼最简单、最初级的功法。这种小孩子打根基的低级功法，很难有什么成就。我原本也这么想，但木儿自幼练导引功，再加上每日服用4灵血。现在他的元气已经强得吓人，只是没有属性，发挥不出威力。有多强？几乎有你灵胎神藏的5成功力。什么？5成？等他觉醒灵胎，元气岂不超过我数倍？这还是导引功吗？你觉得他往后能修炼到什么程度？我也不知道，说不定木儿可以成为第一个将导引功推到极致的人。经过爷爷们的疯狂训练，我能明显感到身体比以往更强，元气也更充足。只是究竟要修炼到什么程度，我的霸体才会觉醒呢？木儿，木儿，这位就是最疼我的司婆婆了，也是村里最多变的人。她有时是裁缝，有时是接生婆，有时又变成了商贩。这可是上等的。我总觉得婆婆还藏着更神秘的一面。木儿，和婆婆去村外，我教你一个裁缝真正拿手的东西。裁缝拿手的不就是做衣裳吗？今天做的
是一件很特别的衣裳。每个生灵都有2件衣裳，一件是靠魂魄气血维持的躯体外形，另一件则是依附躯体而生的影子。外形，影子。婆婆这就做件衣裳给你瞧瞧。嘘。第1步，定魂魄。不动了。我刚才弹出的元气，就是定住了他的天魂。婆婆，为什么你只定住了小鹿的倒影，小鹿就不动了呢？真正厉害的法术能通过影子影响本体。这2道元气定住的是地魂和生魂，3魂主掌精气神，而7魄主掌体内气血运转。定住3魂7魄，就能锁住这个生灵。木儿，记住了吗？记下了，记下了。接下来就是做衣裳的关键，我们要将躯体的形与影分离。用他的影子做衣裳，需要用到一些针法。太神奇了！这就是婆婆的神通吗？这才是我们裁缝应该做的衣裳。那小鹿怎么办？它没有影子，会不会有事啊？我们只是借用一下影子，等婆婆拔出针，影子就会自己去找主人。锁魂定身，造化天魔功，影法自在，魔影幻魔功。果然是魔道法术。那些人是谁？隔这么远，怎么把声音传过来的？大虚蛮荒诡异，天魔教余孽在外面活不下去，竟然躲进了这里。什么天魔教？这些人说话真奇怪，穿的也奇怪。老身不过是江边的普通人，普通人可没有定魂魄的本事。这次你还只是剥离鹿影之仪，下次你是不是就要剥人皮？剥人皮？造化天魔功就是锁魂剥皮的邪术。我派许多前辈被你们这些魔头变成牛羊，一辈子耕地吃草，甚至拉到集市上宰杀贩卖。你的手法，我漓江五老断不会认错。木儿，别怕，这世上披着人皮的禽兽太多，我们学着法术，就是将他们打回畜生样貌，让他们不能再骗人害人。原来是漓江派的5个老鬼，自从漓江派做了延康国的走狗，真是越发狗仗人势了。如今还敢跑到大虚来乱吠。延康国是奉神谕建立的国家，我们漓江派身为南疆第1剑派，辅佐延康乃是顺应神意的正道。神谕早已言明，大虚是神器之地，凡
凡遇大虚中的神之器皿，格杀勿论。你这魔头，不仅违背神谕，还将邪术传授器皿，简直罪孽深重。不诛杀你，不知道还有多少生命葬送你手。他们要杀婆婆。木耳，这几个老杂毛奈何不得婆婆，但你在身边，婆婆便会分心。快跑！漓江无子，不得叫那魔崽子为祸苍生，将他斩了，提头来见。徒儿遵命。他们都是灵体，灵胎神藏的造诣不弱，木耳肯定会被追上。魔头，在我们面前你也敢嚣张？老身好久不曾活动筋骨了，你们5个老鬼，莫非也想被我做成衣裳？好快！他们居然能像全爷爷一样在水上飞奔，沿着江边跑，一定会被堵住。这魔头果然有些本事，居然那么久都拿不下他。魔头，受死！婆婆会不会有事啊？不行，我得让爷爷们来帮婆婆。桃林这2个速度稍慢，只能从他们这边突围。别想逃！好，那魔崽子贿赂了陆群，把这些鹿通通杀了。鹿也是一条生命，你们这样滥杀生灵，到底谁才是魔？在那里，藏不住了。他居然用凭空操纵剑！难道他是用这道细丝操控剑的？
最快，毕竟不如自己的身体灵活。我要逃出去，只有……什么？我控剑的元气还不够强。那丝线竟是元气，元气化丝。弓箭术异常高深，今天师弟师妹不妨就拿这魔崽子练手，怎么样？正合我意。他竟能同时操控那么多把剑，好厉害！不能让他们跟去伤害村里人，我要带他们去那个可怕的地方。你身上藏着铁锭，瘸爷爷教我腿功，必须穿铁鞋绑铁锭，负重了50斤。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亚爷爷的锻造手艺。什么铁器如此坚固？身体突然轻了好多。不好！不要去想你踩的地方是否能承载你的重量，只要你跑得够快，水就是平地，草就是平地，空气就是平地，到处都是一片坦途。偷天神腿，踏过须弥山。这家伙跑得好快！这小子元气虽然深厚，却毫无属性威力，可见他没有觉醒灵胎。曲师兄已是灵胎境巅峰，他死定了！小魔崽子，哪里逃？这里甚是诡异，定有强大魔物。
渊就是此地的主人。受不了！狂死！口吐人言，说明已开灵智，元气浑厚，强劲远胜于我，至少堪比武庙境界。我们不是对手，难道就这么放过小魔崽子？连屈师兄都被魔元重伤，小魔崽子肯定死了。受不了！死！他分明是在装死。杀了这山谷里的鹿，小魔崽子一定是故意的。他对小鹿们的感情，就像爷爷和婆婆他们对我一样。不知道婆婆怎么样了？不知道木儿怎么样了？是。我借五行炼魔阵，肃清魔头，守卫正道。是。许久未出大虚，外界的剑术真是进步神速。老身好久不曾用人炼衣裳了，不知道手艺有没有生疏。漓江派的精妙剑术，我们漓江五老已继承大半，又岂是你能轻易破解的？你就等着和那小魔崽子下去团聚吧！总算逃出来了，幸好这魔猿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。追究了小魔崽子，怎么向师傅们交代？放心，他跑不掉。只要敛去元气寺的攻击系，他根本察觉不了。
我都能甩开这些外面来的人，婆婆应该也不会有事的。他们可真讨厌，张口闭口魔头，一点礼貌都不懂，还杀了那么多小鹿。魔渊看着凶恶，却从不杀生，正好给他们一点教训，看他们还敢不敢随便欺负人。 和他们纠缠太久，恐怕来不及在天黑之前回村了。木耳，如果无法在天黑前返回村子，往大虚的遗迹里躲，说不定还能活命。那要怎么找到合适的遗迹啊？要看2点：一，是否有与村子里的石像类似的石像；二，是否有大量的异兽。异兽通灵，知道哪里可以躲避黑暗。 都记住了吗？婆婆放心，我记住了。跟着这些异兽跑，我就能找到合适的遗迹。 不仅可以增进元气，还能以元气来滋润身体，应该能缓解伤势。原先都是静坐调息，想不到在急速奔跑时，八体三丹功运气速度更快，滋润身体的速度也大幅提升。这是我的元气。 我的元气每次运行到眉心处都会被挡下，难道这就是灵台壁？人体内有7大深藏，它们天生被壁垒封闭起来，需要修炼者自己破壁打开，就像藏起来的宝藏。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破壁成功，给爷爷和婆婆他们一个惊喜。 哪里来的声音？他在说什么？怎么他一出现，我体内的元气就消失了？剑腕中藏有6842口剑，距离如此近，还是被你躲过去了。你一定不是籍籍无名之辈，天魔教中没有你这副模样的老太婆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不是你这真的样子。 披着别人的皮，你伤到了我的皮呢，漏气了。我听过你的嗓音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天魔教的教主父。出来吧。
死瘸子，你看了多久了？刚来，我啥都没看见。看到无所谓，只要没有听到就好。我确实听过一个故事，天魔教主厉天行一辈子英明神武，晚年时却做了一件蠢事。他看上了当时最美丽的魔教圣女，于是废妻再娶，魔教华人。就在成亲那天夜里，那位新教主夫人暗害厉天行，坏了他几百年的道行，夺走了魔兽的镇教魔典。魔教长老祖师纷纷出关追杀，还是被他逃了，至今不知所踪。我早年也听过一桩趣事：天下第一神偷，速度举世无双，一双腿已经修炼到了神的境界，从未失手，却在盗取延康国地碟时被延康国师发现，斩掉了他一条神腿。他逃出国师追杀，带着地碟消失无踪。延康国师被誉为神下第一人，却没能留下神头。他应该还留着神偷那条神腿，等待着物归原主吧。司老太婆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废人，曾经说过各自保有秘密，不问彼此来历。从现在起啊，我就是哑巴，聋子守口如瓶。你那些花花肠子，别让木耳学了去就好。是木耳通知你来接应我的。你和这5个老头打斗的动静太大，我们在村里都感应到了。村长让我出来瞧瞧。木耳呢？木耳他有没有回村？我出来时还没看到他回去啊。怎么办？天快黑了。总算追上他了。大徐黑暗危险异常，眼下我们只有紧紧跟着小魔崽子，看他去哪里躲。再往黑暗来的方向跑。峡谷里竟然有一座宫殿，比我们村子大好多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难道这就是婆婆说的遗迹吗？村里的石像一样，那里一定可以躲避黑暗。跟紧我崽子，我们被他甩开。不好，黑暗来势好快，得赶紧躲进宫殿里。救我！徐师兄，
秦师妹莫怕，两位师弟因除魔未到而死，死得壮烈。魔崽子实在歹毒，故意在黑暗来临前一刻才来到这里，就是想借黑暗来害死我们。明明是你们平白无故追杀我，结果追到天黑，自己把自己害死，与我何干？薛师兄，杀了他为师兄们报仇！别动！这些异兽很多都是不死不休的天敌，而现在却相安无事，很是古怪。他们似乎定下了规矩，不得在此处厮杀。今晚不要动手，等到天亮。大虚祖训第2条，在躲避黑暗的地方，所有生灵都必须和平相处。爷爷和婆婆说的没错，若兽真的有灵，他们也会遵照大虚的规矩行事，甚至比人更安全。木儿！糟了糟了，木儿不在村子里，他怎么还没回来呀？我背着石像去找。你们不知道他的去向，现在再出去找也没有用，天已经黑了。可是，该教他的我们都已经教给他，他只要学会，就能够在大虚活下来。木儿，你一定要聪明啊！条件太简陋了，只能做个简单的武器防身。这3个家伙又想做什么？曲师兄，你看，的确是旧时代神国的文字，神、女、官。看来此处就是神国的遗迹。神国是黑暗来临之前那些神建立的国家吗？他们消失后，从前住的地方就成了遗迹。难怪遗迹能抵挡黑暗。师傅们四处探寻的神机秘宝，说不定就藏在这里。仔细搜。不行，万一他们得到厉害宝物，我就麻烦了。怎么有这么多尸骨？奇怪，还都是一样的姿势，就好像所有人都在打坐的一瞬间同时死去。谁杀了他们？曲师兄，你看，他们手里都是了不得的异宝。尤其是这枚神珠，
全离间派的宝物加起来也不及他的1/1000。要是得到这些宝贝，我们甚至可以自立门户，自成一派，随便拿出一点献给延康朝廷，皇帝和国师定会给我们封个大官。上天待我们不薄。五师弟，你去将神珠取来。是。什么正道？表面上敬神畏神，打劫取宝物倒是毫不手软，比魔道更像魔道。不过，连异兽也不敢驱走的宝物，能被他们得手吗？他刚才动了一下。这些异宝都是死物，你放心。救命！救我！不好，异宝已经通灵，不是他们的主人，也会反遭其害。薛师兄，如今离江五子只剩你我2人了，这要如何向师父交代？秦师妹切记，3位师弟是为除魔而死，都是被那魔崽子害死的。明明是你们贪图宝物，还想陷害我，这2个人绝对不会让我活着离开。可恨性去得太强，我打不过。要是能破壁觉醒就好了，我的元气有了属性攻击力，肯定会实力大增。快跑！我是来惩罚大虚了，这是真正从异域来的魔族神奇。我再次受死！糟糕，好恐怖的魔音，我快要被撕裂了。归来机，弯故听。归来机，应安经书。尸骨活过来了，他们是神女。
大虚吗？为什么圣女还能在遗迹显灵，帮启明抵挡魔族？别胡思乱想，神国早在旧时代就已经覆灭，显灵的不过是神骨上的残魂。恐怕这遗迹里发生过极惨烈的战争，才会让残魂的战意保留至今，永不死伤。是你在用生命交战。冬兵端去，无需耕耘。这声音和阻挡我破壁的声音好像，难道我的灵胎壁是被神音封印的？刚刚似乎也是因为魔音，才让灵胎壁破出裂纹。要是学会魔音，我就能破壁觉醒了。天快亮了，姓屈的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我必须在天亮前觉醒霸体。等等，最让我的是神的身体，这岂不是说我是被神封印的魔了？难不成我还真是魔崽子？不，村长爷爷都说了，我是霸体，怎么会是魔？再来！魔崽子经受神音和魔音的双重冲击，这下定要魂飞魄散。我的记，他的元气波动很剧烈，还在不断增强。他在利用神魔之音修炼，可他连灵胎都觉醒不了，只是个普通人。这种低等体质，怎能承受神音魔音？此子实在古怪，不除掉他，往后必成大祸。灵胎壁裂了，好精纯的元气，这就是灵胎神藏的力量吗？天虽赐给为人呐，天虽赐给为人呐。什么？竟然还能愈合？我还是不够强，不能一鼓作气完全破除灵胎壁。不过，吸收灵胎神藏的元气之后，我的力量又提升了不少。要不了多久，我一定可以彻底破壁。神女姐姐，我不知道你们为何而死，为何复生又消失，但是谢谢你们，在夜晚守护着大虚。小魔崽子，你这副有情有义的模样，装给谁看？天亮了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听说，很久很久以前的大虚，晚上能看见许多亮晶晶的，叫做星星的东西。
那时，天上住着4个古老的神灵：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玄武背着天河前行，形成璀璨星河。后来，黑暗降临，神灵和星星就消失了，只留下刻着神灵模样的石像。人们都说，神灵抛弃了大虚这块土地。我们是被神灵忘记的一群人。我不明白，既然神灵抛弃了大虚，又为什么留下石像，帮我们躲避黑暗呢？大虚的秘密好像越来越多了。天亮了，你的死期到。遗迹里不能动武，你们想和所有异兽为敌吗？异兽天亮就会离开遗迹，他们保护不了你。我没觉醒霸体，很难同时对付他们2人。没了异兽保护，他们会立刻杀了我。我得在异兽离开峡谷前，借他们掩护逃离追杀。那魔崽子呢？他混在了兽群中。秦师妹，不要空见，我们只能小心靠近与他搏杀，切勿惊扰了兽群。他们追来了！如果我们这次再失败，没有将这魔崽子的人头带回去复命，师傅们一定会对我们失望。你先近身攻击缠住他，我跑到剑法拦截，将他打出兽群。去师兄，你放心，这次我拼命也会将他给宰了。这就是灵胎境的实力吧？爷爷说过，偷天神腿从不惧任何推法。我的腿被他踢中，立刻就被陷了力气。推法了得，绝不能让他从我手里溜走。小魔崽子，受死！这个小区的空间，宝剑离自己远近不过30，我武器抵挡太凶险了。我是霸体。如果我像他那样把元气注入兵器，是不是也能控武？只能灌入1尺3寸，根本无法让树枝离开双手攻击。结束了。什么？一夜之间，这魔崽子的元气居然增长那么快！我的元气增强了小木棒的坚韧度，这个长度刚好能施展杀猪刀法第1式。
夜战连城风雨。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根本看不清。破绽！大大孙用这根小木棒，我会敲死我！我快坚持不下去了，这小子没力气了。这是我最后的一击。木耳，不能给你的敌人留下任何机会，否则死的就是你。我只要停下来，哪怕还有一丝元气，我会拼死杀掉我。不应该会这样。损伤太重，好痛！完了，完全没有力气了。好可爱的小姑娘，婆婆见了真是喜欢的紧。婆婆、爷爷，你们都来了。我们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第一次离家和陌生人在外过夜，我们当然不放心。师父。哦，你问那5个老鬼呀？我把他们5个一起变成衣裳。聒噪！直接杀了！胡爷爷，你们来多久了？
你们在兽背上大打出手时，我们便到了。看来你的训练还是少了，用了5476刀才将人砍倒。哼！你们早到了，却还让我自己打生打死，险些丢了性命。你可是超越灵体的霸体，居然被打成这副惨状。鸭爷爷，我在这里。莫尔，杀猪刀法属于战技流派，与那少年的控剑流派还有些渊源。战技需要双手掌控兵器，让元气最大程度涌入兵器，增强攻击威力，但招式单一。控剑术也曾是战技的一种，后来自成流派。它的特点是用元气丝隔空控剑，双手可同时攻击，招式灵活多变，但缺少力度。这两个流派都需要利用元气的属性力量。我发挥不出杀猪刀法的威力，也是因为没有觉醒霸体，元气没有属性吗？木耳，不要气馁，你还未觉醒就能打死灵胎境巅峰的修炼者，等到觉醒霸体，就算是号称神下第一人的严康国师，恐怕也没你厉害。那我要早点觉醒霸体。药师爷爷，昨日的灵血我还没有喝，给你备着呢。霸体三单弓。木耳，你……村长爷爷，我发现了一个用霸体三单弓的好办法，那就是跑着修炼。跑得越快，元气恢复的也就越快。村长爷爷，看到了吗？木耳刚刚才耗尽了元气，几杯灵血喝下去，就元气大涨，并且已经渗入四肢百骸，开始元气淬体了。我是灵胎境巅峰时打出第一道掌心雷，才做到全数淬体。我也是，那天我在风中奔跑，追上了狂风，踩在风尖上行走，元气如风吹百窍，欣喜之下，我从风尖上摔下来，差点摔死了。而木耳现在还未觉醒灵胎，便开始淬体了。难道霸体果然强横，是我们这些灵体羡慕不来的。好臭好臭！哎，等等我！我体内的元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。凭我现在的力量，再利用魔音，是不是就能彻底破壁？我觉醒霸体，伯伯和爷爷们一定会非常开心。Preta Mahagraha Preta Mahapashupati Preta Mahagraha Preta Mahapashupati。上次我是借神女关的神魔之音，加强了我本身魔语的力量，才能把灵胎壁破出一丝缝隙。好强的阻力！现在光凭我自己的魔音还不够，我的元气比原来更强。要是能让元气不被冲散，一鼓作气冲击灵胎壁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运转霸体三单弓能聚集元气，那我就用它将散开的元气重新凝聚起来。神魔共鸣。
木耳响声中，那激烈交战的神音魔音是哪里来的？恐怕和神女关遗迹有关。神谷铮铮，夜中起舞。当年昌盛一时的神国，而今灰飞烟灭，止于残阴。为何偏偏被木耳遇上？木耳长大了，可别老操心。我陪他去江里洗洗身上的脏污，免得又来些什么怪物想抓他。让木耳洗完就训练，等他修炼好了，管他什么共鸣都不怕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风萧萧兮不当寒。木耳，洗快点儿，爷爷们还要训练你。神魔共鸣，即便是灵胎境巅峰也难以承受，同人更是随时可能魂飞魄散。眼下木耳还能承受，但长此以往，神魔共鸣对木耳来说到底是好是坏？神魔之音在木耳体内互相杀伐，铸成噩梦，一直在耗损他的星魂。这也是锻炼木耳心境的机会。神音魔音来自大虚，或许我们应该让他接触更多大虚异象。不行，大虚潜藏了太多危险。木耳已经证明了他有实力应对。我们是时候逐步放手了。被我捡回来的小婴儿，现在真的长大了。他只是残老村养大的孩子，总有一天要离开的。外面比大虚还要危险得多。至少，在他离开前，我们要教给他足够活下去的本事。我终于可以一个人出门历练了，太好了！不知道大虚的遗迹里还有什么秘密？会不会对我冲击灵胎壁有帮助呢？
音八世第一世，只身东海，挟春雷。还是没能做到掌心雷。那爷爷说一拳一掌，迸发雷霆爆音，雷音要威力惊人，摄人心魂，才算达到了雷音八世的最低层次。遗迹，这里是永江下游，我不知不觉竟然跑了这么远。不是遗迹，是座庙宇。这些链条锁住了一个铜像。奇怪，大墟里多是龙王庙，这座庙里的铜像却不像龙，也不像神，反而有点像传说中普度众生的禅尊。瞎爷爷说，进庙烧香拜禅尊是规矩。我没有带香，只能在庙前歇脚。小生残老村人，家住在永江边，借宝地歇脚，惊扰了此地主人，心中不安。还有，木儿，你要是在荒郊野外落了单，千万记得说一句话。啊！夏爷爷是老江湖，他说的话肯定不会有错。小生自幼体弱多病，庙里若是有神女姐姐，莫要来害我。嘿，说话真是有趣。这位是神女姐姐吗？哪有什么神女姐姐？我叫仙青儿，就住在附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秦牧，就是姓秦的放牛娃的意思。哎，你的牛呢？牛变成了女人，现在没有牛了。怎么变的？你会变吗？你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？快进来跟我说说。带香不能进去参拜。你想知道好玩的事情，出来便是。进来嘛，你不是想找个地方歇脚吗？进来休息一下嘛。进来嘛。我自幼体弱。你进来呀。不。给我。进来！原来这些缠在铜匠身上的铁链，一端沉入永江，另一端就锁在这个怪物的身上。天杀的贼畜！你修成的禅尊就忘了自己可是妖吗？老娘就想吃饱喝足，你偏不让！你要让老娘不成！贼畜！你不是想动我吗？
谁人去纠缠？送上门的肉，送上门的肉啊！那些白骨都是人骨，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炼中？虽然不知道妖怎么修成的禅宗，但这尊铜像可以镇压怪物，或许也可以助我破开灵胎壁。Krita Maha Graha Krita Maha Pashupati Krita Maha Graha Krita Maha Pashupati Krita Maha Graha Krita Maha Pashupati 邪魔外道，胆敢在本尊面前放肆！这尊铜像竟能活过来！念诵魔音，无法无天。我以禅音降你。贼徒，你要再见了！修禅就是要我受苦受痛的。好强的禅意！魔音有效果。神音被禅意分散了，好机会！Krita Maha Graha成功了！元气充盈全身，成功了！我真的破壁成功了，太好了！邪魔消散，本尊又有功德一件。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奇怪，听爷爷们说，应该有4灵模样的灵胎才对，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？那是什么？一个小孩的石像。难道这个石像就是灵胎？怎么越看越觉得熟悉？这不是我小时候的模样吗？谁雕了个我的像，藏在我的灵胎神藏里？好神奇啊，晶莹剔透的。还有点柔软。怎么回事？哎，发生了什么？我的意识进到了石像里，石像果然是灵胎，我的霸体觉醒了。
石像果然是灵胎，我的霸体觉醒了。奇怪，元气怎么还是没有属性？不会也被神封住了吧？回去问问爷爷们。刚刚铜像还活过来呢，这会儿怎么不动了？再用魔音引出他试试。正好一并治了你。孽障，还敢放肆！之前果然是你在说魔语，最多你是真相，都说了不是我。好小子，你居然敢这么对老娘！别念了，别念了，饶命，饶命！哼！魔音一停，又没动静了。说是镇压妖怪，又放任妖怪把人骗进来吃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贤青儿，你这庙里都有什么宝物啊？哪有宝物？宝物都被贼偷弄走了。嘿嘿，不过他倒是落下了挺多经书。经书？那小雷音宗，这名字和马爷爷的拳法雷音巴士好像。贼头想教老娘念经，哼！老娘找了个带毒。没别的了？没了，就这些了。Pratama。哎呀，我确实搜刮了点好东西。只有这些？你别小看了他们。喏，这柄燕翅刀就是六合神藏中才能运生的宝物，威力惊人，叫做灵冰。你这是什么刀？六合境高手用自身元气运养的灵冰，居然一碰到它就断。我们村雅爷爷练的，叫杀猪刀。这么好的炼制手法，造把杀猪刀，真是暴殄天物啊！不许侮辱雅爷爷。那包袱里藏的什么？没什么。你都有那么好的兵器了，肯定瞧不上我这小玩意儿吧？婆婆说了，凭本事到手的东西，一定要通通带走。谁教出来的放牛娃？老娘实录还敢打劫老娘，无法无天，真是无法无天！老娘与你们不共戴天，总有一天我要报仇雪恨，誓不罢休！你有没有在听啊？你就跟那贼秃一样，臭不要脸，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你气杀我也，气杀我也！这些都是你从古庙抢来的。木儿已经学会孝敬我们了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那舞女堪比七星境强者，镇压她的铜像也颇有来历。有次我见舞女吃人太多，打算杀了她，却被铜像阻拦，没能成功。马爷爷，铜像都镇住妖怪了，为什么还让他吃人呢？妖怪吃的人越多，罪孽越深，镇妖渡妖的功德越大，这就是铜像要赚的大功德。灵冰质量不好，不打紧，
我带去香龙城卖掉。婆婆、爷爷，其实还有件事，我的霸体觉醒了。啊！哑巴，你新炼制的铁耳没毛病吧？我好像听到什么霸体觉醒。沫儿，快说说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村长，药师，咱们残老村万古无印的霸体终于觉醒了！木儿借神魔禅音破壁，的确觉醒了。凡人觉醒，闻所未闻。可我的元气还是没有属性，要怎么激发属性呢？这灵胎分为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类，对应4灵属性。木儿的灵胎是什么？是个人。人？从未有过人形灵胎的功法。功法是人创造的，老子谁也不服，自创杀猪刀法，激发霸体属性的功法，为何我们不能创造？就算我们不成，木儿也可以自己创造。屠爷放心，我一定行。既然霸体已经觉醒，像从前那样修炼就不够了，得找个陪练，逼出他霸体元气的威力。神魔禅3阴共灵的冲击与日俱增，即便是霸体也会损坏星魂。村长，你一定有法子，对不对？你当年乃是……我只是个老残废罢了。不过，有个人或许能帮他。从神女关回来后，你每晚都在做噩梦，梦到了什么？神和魔在打仗，到处都是死亡。我知道梦是假的，但你对神魔的畏惧却是真的，这才被压垮心境。木儿，你甘心输给自己的恐惧吗？我是霸体，我不认输。好，夏爷爷教你一门不需要元气属性的统法——直面神魔。木儿，你觉得石像为什么能抵御黑暗？因为石像会发光。石像并不都会发光，就像你跟随聋子学书画，你的画只是一张纸，但聋子的画不仅能动，甚至能脱画而出。同样是画，为何不一样？画画的人不一样。普通人的像不能发光，更无法抵御黑暗，石像也是如此。但这个是神的像，传说是神其肉身所化，背着石像，相当于背负着一尊神，负神前行，奇重无比。石像相当于神。我教你的9重天开眼法，就是要开神眼，去见石像中的神。这两个是我的眼睛吗？你头顶的天，就是9重天开眼法第1重天，神霄天。记住天上的图案，那是神霄天的36天罡阵纹。现在，你再来看看石像，是否与从前有所不同？
继续看。神的势，神的运，神的气，神的态，神的元神。不准跪！一旦跪下，有了奴性就再难站起来。继续看。蛇和龟在动，是玄武。玄武神活过来了。不对，仔细看，这是旧时代玄武灵体修成的神奇。灵体，他是人修炼成的神，他还活着。他在旧时代就死了，如今只是个石像，一堆石头。你要跪他吗？你小时候还爬到石架上吃喝拉撒，为何长大了反而要跪？修炼之道重在修心。你的道心若是败给破石头，武力再强也干不成大事。延康国当朝国师，那位神下第一人，他曾说过一句看似大逆不道的话：破庙中神易，破心中神难。心里的神，压在你心上的都是伪神，假神必须打破。任何让你跪下做奴隶的，哪怕是真神，也绝不能跪。绝不能跪。反而要尿他。尿他？可神不是保护我们的吗？错，神的石像只是死物，真正保护我们的是人。是从千里外把石像一个个背到村子的村长、哑巴、马爷，是他们让神为人所用。与其跪神乞怜，不如站着做自己的神。自己的神？怎么？小时候敢尿，现在不敢了？当然敢！嘿，这世上谁也不比谁高贵。去他的神！去他的神！小不掉！又是你这个大个子！闯死！去！雷音八式第3式，九龙御风雷。逃不掉！你没有武器，那我也不用武器，咱们用拳头打。打拳！不打了，休息，休息。
迎接到。神魔禅3阴剑指，心境一变，木儿的噩梦也可以解除了。瞎子真是个骚情的怪才，居然想到尿石像，既破了木儿心中神，也破了他心中挖掉他一双神眼的伪神。那个意气风发的枪中之神回来了。枪神最强大的地方，并非是枪，而是他那双能够看穿一切招式破绽的神眼。当年他双目尽毁后，道心崩溃，多亏有了木儿，他才重新振作。这次为了传授木儿神眼，他竟以自己的心代替眼睛，开辟出了新神眼。新神眼将超过曾经的神眼，枪神也将超过从前的那个枪神。瞎子，你走出大虚时，你的敌人将会颤抖。木儿作为你的传人，必将有所成就。神霄天眼，看，这道圆环就是神霄天天罡阵纹变成的吗？我刚学到9重天开眼法的第1重，等修成9重，眼里应该会有9道环环相套的圆环了吧？像10个重叠的眼瞳一样。夏爷爷的眼法好厉害，第1重就能看到万物体内元气的走势，太好了！大个子，我学了个新招式，咱们来打架吧！消不掉！8式第3式9龙御风雷，我只是展过1次，就被他学会了。神霄天眼，开！你学会了招式外在的力量，但没有学会内在元气的运转，破绽太多。雷音8式第2式，弹指惊雷琵琶手。我哥，你弟，我更壮。神霄天眼对元气的消耗太大，已经没有力气了。哎，大个子，我教你一个恢复元气的功法，叫做霸体3弹功。这么快就学会了，真是个武学天才。你把元气运转的方法运用到全法里，就能发挥出雷音8式的真正威力了。我把完整的雷音8式打给你看。
大个子，好好修炼，明天我教你偷天神腿，咱们接着打。大个子进步惊人，很快不使出神霄天眼，我便无法占据任何上风。村长爷爷说霸体举世无双，一定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，找不出霸体觉醒属性的方法，才会被大个子赶上。我必须加倍努力。没想到，最终帮我觉醒属性的，竟然是雅爷爷。那天，雅爷爷正教我用神霄天眼观火观水。木儿，心神守一，用灵胎吐纳，把火属性元气收回去。木儿，你在观水，想向瞎子教你的枪法。出来！霸体第二次觉醒，还是水火双属性。哑巴，你怎么想到观火水的方法？没有人知道哑巴的来历，只知道他被人割了舌头。现在看来，平日里最不显山露水的哑巴，恐怕是村子里除我之外修为造诣最高的人。将来我们死了，木儿也能活下去了。该死的，马爷，我都快被你弄哭了。可惜死老太婆去了小楼城买东西，不然哭得最狠的就是她了。这是好事，我们都应该笑。木儿，现在能做到元气化丝，以气控物了吗？这么粗的元气丝，叫元气胳膊也不错，打架也很威猛。炼气成丝，以气御剑，乃是控剑术的基础。元气胳膊的韧度、强度和灵敏度都大大不如元气丝，还是得早日炼气成丝才行。村长，我不明白，论起剑法，试问天下间还有谁比你更强？我们都将各自所长传给了木儿，你为何不传？我想传，但木儿担不起。当年我手脚齐全时也没能担起。否则我也不用躲在大徐。难道你的手脚是被剑斩断的？传我的功，便要担起我的责任。我担不起，现在的木儿更担不起。我知道了，我一担忧，等有日木儿踏出大虚，我们的前尘往事会一一找上他。偷天神腿！踏破须弥山！
个子，你学得真快！来，接着练霸体三单功。大个子是这个领地的统治者，也是这些族群的保护者。他对入侵者很凶，对自己人却很好。看来这里就是大个子躲避黑暗的遗迹了。好雄伟的宫殿！这也太气派了！这石像也是神的肉身所化吗？神霄天眼，看！神韵气派非凡，这位神是什么灵体？跟爷爷们说的4大灵体都不一样。我从没见过，难道旧时代不只有4种灵体？小不点来了！小不点看啊，这是霸体三单功的导引图。大个子，你是发现了壁画上的功法跟霸体三单功相仿，才带我来看？霸体三单功难道是旧时代的功法吗？居然被刻在了墙壁上，恐怕这些壁画就是霸体的后续功法。先将它们记下，等回村后再好好研习。这座宫殿如此破败，不知道上面的壁画还能保持多久。不过没关系，哪怕壁画被完全毁掉，也会在我这里流传下去，交给下一个霸体。这是龙爷爷教过我的旧时代文字，上面写着永江，就是我们村口的那条。难道这是大虚的地图？大个子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奇怪，这里应该是残老村，地图上却没有。附近反而画了一条龙，还写着永江龙王。这口井的旁边写着天井龙王，而这里竟然写着海眼龙王。可我分明记得这里是婆婆和爷爷们常去赶集的奶奶庙。龙庙，这么多龙王，难怪大虚有这么多龙王庙。诶，仙妻儿被镇压的古庙，还有婆婆去卖东西的香龙城，都不在这幅地图上。太阳船，这世上还有能装下太阳的船？还有这个月亮井和月亮船，大虚分明没有月亮，难道都躲到了这里？神女关，我去过这处遗迹，当时有神女夜中起舞，抵御黑暗。婆婆曾说，在黑暗降临大虚之前，旧时代有个昌盛繁华的神国，后来灾变爆发，天塌地陷，大虚才变成现在这副荒芜模样。难道这幅地图就是灾变之前的大虚？村长，这次我去香龙城的路上，见到一些人。黎江派来寻仇了。这么快？
来人之中应有不凡之辈，若是木儿被他们缠上，倒是个麻烦。无妨，木儿同魔猿日渐亲近，他一早就出村寻魔猿对练去了。只要让那些不速之客在木儿回村前消失便是。原来你住的这片山谷叫镇妖宫。龙爷爷说过，殃是殃的谷字，由戴家的犯人象形而来，是灾祸的意思。这座宫殿到底镇压着什么灾祸？这里没人啊，怎么会有咀嚼的声音？我们的影子都好好的，哪来的第三个影子？他是谁？吃了。屁！难道这是魔的影子？算了，管他是什么，现在逃出去才是关键。快他妈哈发呀！大个子！这具魔影竟能让我体内的全部元气瞬间爆发，助我成功施展出掌心雷。不过，这招太过强大，让我也同时力竭了。竟然会念魔语，是我从后背，真可笑。魔神威力印乃是我宗核心法门大自在印中的第一印，藏无上力量。你手中却如此虚弱无力。原来这招叫做魔神尾力印，晚辈愚钝，只学了些皮毛，没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。一知半解，当然无法发挥出法门玄妙。大自在印共有4印，让这猴子退开，我将余下印法传授给你。是，滚！这位前辈与我同族，不会害我。别担心，你先出去等我吧。小子，你靠近些看，我只教你一遍。这是第2天魔自在。Isvahra， 这天魔自在印竟有夺魂摄魄之效，印性很令人防不胜防。
小子，你看见殿中的长亭了吗？他们的力量始终压制我。时间不多了，你进来吧，我怕你看不清。前辈放心，晚辈眼力尚可。第三印，格亚纳，大智慧印。现在只剩下第四印，大自在天魔印。这是千三印合一的最强印法。不过这一印更加复杂，我坚持不下去了。只有拔下这些长钉，才能让我喘一口气。你进来帮我，我便可以将完整的印法传授给你。前辈，我还是不学了，我笨得很，连第三印都没学会。只要你拔下钉子，我便有力气教你第二遍。前辈刚才说过只教一遍，我怎能让前辈食言？我这么笨，有负前辈的期待，心中愧疚不已。不，你很聪明，你只看了一遍就学会了魔神伟力印和天魔自在印，连大智慧印也记得7、8成。我欣赏你的资质，可以破例多教你一遍。还是说，你在骗我功法？我好心好意教你，你却骗我！前辈何出此言？分明是你想骗我进去为你解封。那些长钉就像是婆婆的针线，把你的影子连同3魂7魄都封印在这个遗迹里了。你早就知道。前辈怎会不知你我并非同族？不过是想引诱我进殿为你拔去长钉，恐怕前辈一脱困便会将我也吃掉。我只是将计就计，骗了你2招半的印法。小骗子，我要弄死你！还想骗我？我可是被瘸爷爷从小骗到大的，连婆婆给我买的糖葫芦都被骗去了无数次。你以为我们不是同族？想得太简单了，年轻的小魔头，你与我是一样的。对我们这种忠厚老实的人而言，大虚实在太危险了。是鬼，大鬼，小鬼。里面那个确实是大骗子，我可不是什么小骗子，不过是从小吃亏才勉强学得机灵一些。大个子，这个地方你怕是不能再住了。好吧，这么多残老村确实住不下。你记得勤加修炼，
那偏殿也千万不要再进去。走。这是你留下的掌印，也是你作为领主的标志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大个子，你。我的，你的。空中有人，他们为什么撒那么多纸花？怎么往残老村去了？听闻残老村的司婆婆手艺了得，我等想请婆婆裁几件衣裳。敢问要什么衣裳？尺寸如何？要做寿衣，一共9件，就按照你们村里人的尺寸剪裁吧。听说马爷的棺材很不错，还要劳烦再做9口棺材。乐意效劳。婆婆，村长爷爷，不是去修炼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看这帮陌生人来势汹汹，担心是来找麻烦的。看来应当是10件寿衣，10口棺材。千秋在，付定金。是。死人的钱。村长，寿衣和棺材今天能做好吗？你若是急着用，现在便可以做出来。请。多送你们2口，一共12口棺材。老先生还满意吗？老身也多做了2件寿衣，保管合身。1、2、3、11、12。哎，他们有12个人，马爷爷和婆婆真体贴。听老先生口音，像是南疆人。据说神下第一人延康国师一统南疆时，召安了一个大派，叫做漓江派。漓江派掌教墓碑峰，神通出神入化，伸手可断江流。不敢当，老朽正是墓碑峰。老朽有5个师弟，承蒙各路道友看得起，称作漓江5老。他们的弟子人称漓江5子。前阵子，他们师徒还来了大徐历练。吴老、5子，不就是想杀我和婆婆的那些坏蛋？大徐很险恶，我可真为你的师弟师侄们担心。是啊，大徐到处是凶神恶煞之辈。我见他们数月未归，就一路搜寻过门，幸而找到了他们送命的地方，也锁定了杀害他们的凶手。其中一位是天魔教高手，凶器和司婆婆的针线差不多；另一位用木棒施展刀法，应该是个刚修炼不久的年轻人，倒像是小兄弟你。这个墓碑峰是来给他们报仇的。他们10件寿衣10口棺材，原来是想把我们村的人杀光了装进去。
爸爸别骂了，他听不懂。穆兄既已归顺延康国，想必也是朝廷命官吧？老朽现任南疆武苗府的府牧，官从2品；漓江五老则是苗疆副都护，官从3品。不知穆兄前来寻仇，是要讲朝廷规矩，还是江湖规矩？老朽做惯了山野村夫，还是按江湖规矩来。老朽的徒儿千秋也是灵胎境，小兄弟，你可否施展刀法，与他过招？有本事来跟老子打！住手！穆兄没有借延康国师和朝廷的力量压我们，我们也不能坏了规矩，谁都不许帮忙，也不许开口指点。哼！木儿，去，棺材和寿衣就在那里，要么他死，要么你死。我在屈师弟尸骨上研究过你的刀法，也在秦师妹尸骨上研究过你的腿法，的确精湛。可惜，你的战绩过时了。过时？200年前，控剑术与战技2派论战，延康国师一人一剑横扫天下战技强者。当下是控剑为王的时代。好快的剑，就像预判了我的动作一样。你出招的习惯已被我掌握，接下来你会攻击左面。可恶，被他看穿了。他的35柄剑，每柄都在施展不同的剑招，相当于35个人同时与我对战。无论攻击哪里，都会被阻击。发现了，战绩陈旧的搏杀路数，在控剑术面前不值一提。那就破了你的控剑术！千秋虽只是灵胎境，以气御剑的造诣却极高。他幼时曾以元气控笔，于30丈外画仕女图，仕女图上的发丝根根分明，纹丝不乱。这位小兄弟想破他的控剑术，必败无疑。未必，木儿从来都不是个会认输的孩子，他是霸体，永不服输。霸体？他控剑的元气丝好细，肉眼根本看不清。上香天眼，开！找到了！切断你的元气丝，看你怎么控剑！狂妄！我的剑不只是剑，更是漓江千回百转的江水，南疆第一控剑术——漓江剑法。剑势竟然能像流水一样运转，把元气丝都藏起来了。你的战技只有双手，而我的控剑术却有35路杀招。引领漓江水，脚上。别
别小看战绩，关火，你能操控多少剑，就有多少只手和你打。雷音八式第8式，千手禅尊。自废武功罢了，你双手重创，怕是连刀都拿不起。杀猪刀法，想模仿空间术，以细御刀吗？这么粗的元气丝，刚劲有力，但速度太慢。天魔自在印，魔道手印。赢了！救救救救！这印法是你传给木儿的？我也没见过这种古老的印法。用魔音魔功的阴邪手段取巧获胜，与天魔教无异，令人不齿。穆兄，这口棺材留给你的弟子，还有11口棺材库。棺材做好了，自然要用上。请，请。木儿，再仔细看看，还是婆婆和爷爷厉害，堵住了他们的阵眼。阵眼可不止在村内。漓江水龙阵，起！这种流转的江水，是南疆的漓江。漓江派依水而生，200年前老朽观水势使之剑士，领悟漓江剑意，自创漓江剑法。今日便以阵请漓江，剑荡大虚邪祟。江水里的水珠好奇怪，里面似乎冒着寒铁的金光。小心，那不是水珠，而是剑丸，由数以万计的剑所炼成的剑丸。死哑巴，别耍木耳，他手还有伤。这是几万柄剑炼成的剑丸，有几万斤重。不说话的坏胚，一肚子坏水。木耳，不要学他。剑丸里的都是子母剑，只要找到母剑，就能将子剑统统收起来，缩成剑丸。他们竟能同时操作万把剑，瞬间造出以剑构成的龙。瞎子，我有屠龙计，今日破鱼江。撤！这才是夏爷爷枪法的真正神通。
我知道你是谁了。过去，我一直想寻你一战，看看我穷尽一生所创的离江剑法，与你真至神境的枪法究竟相差多少。可但我有机会相逢，就听说你被人挖去双眼。而今，你见到了。没想到你失去了双眼，枪法却更胜从前。我们漓江派习俗是水葬，尸体见不得土，还请道兄成全。放心，村口就是永江。得见神枪，死而无憾。国师，我们的时代终将有望诞生出新的神奇。漓江派可能会从南疆除名了，掌教、门中高手都死了，这个门派很难存活下去。漓江派是严康国师亲自诏安的，要是灭门了，会不会惊动他？会，但有黑暗在，他不会轻易踏入大虚。那他背后的严康国呢？那个伪装成国家的庞然大派，吞并各方势力，让各路高手进入朝廷、军队，把疆域推至大虚边缘。大虚可是有着无数神迹的地方，他们怎会不觊觎？我了解严康国师，没有什么能够吓倒他，也没什么危险能够阻止他。他一定会进入大虚，说不定他现在便遥望着我们。严康国的控剑术日新月异，短短200年，严康国师就让天下剑法实力大进，真是后生可畏。连木儿都对控剑术上了心，见了漓江派的剑偷偷练呢。可惜，咱们村有人会最顶级的剑法，偏偏不想教他。漓江派那小子说的有理，总待在村里闭门造车，眼界闭塞，确实会落伍。这次去奶奶庙赶集，你们把木儿也带上，让他去长长见识。这里就是地图上标着海眼龙王的地方，会和奶奶庙有什么关联呢？木儿，奶奶庙可是个见世面的好地方，每逢初一、15，附近200里的村子都会派人参加庙会，带着货品以物易物，很是热闹。嘿，婆婆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别急，再往前。啊！
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鱼，还有人。神霄天眼，开！这位老奶奶难道就是海眼龙王？这里是海眼，海水都去哪儿了？旧时代的大墟本有一片大海，后来灾变发生，一夜间海水消失，海眼变成陆地，但海中的生灵却存活了下来，上岸流生。我们称之为渔民。渔民们办庙会，是在纪念逝去的海眼龙王吗？到了，那就是我们残老村的摊位。薛爷爷，咱们村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去把笼子的字联挂到台上，然后站着别动。哇，要在这里打擂台？哇，要在这里打擂台？不少在外界混不下去的高人，被逼得躲入大墟。只有庙会，才能将这些高人和他们的弟子聚集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你在这里打擂，就可以见到天下所有流派的功法。原来村长爷爷让我来庙会，就是想让我和各个流派的人实战，增长见识。脚踢用江无敌手，横扫大墟800村。不知死活的小子，谢了，太嚣张了！老爷爷写的这么嚣张，我会不会被人打死？打死这小子！不是要打擂吗？爷爷们在干什么？聋子，快写个批注，境界高的必须自封神藏，可不能真把木耳打死。就是他，往死里打！下一个，打擂对赌，对着他了。跌打损伤，药到伤愈。拐了，上等拐杖。全因他们说的没错，缺乏力量。其他村的武者都有着独到之处。运道太好，又赢了。下次可以找我逆天改运啊，我还会像是算命的。原来爷爷们的打擂生意是这么做的呀！下一场我来对赌。
老如来的细气罗，你是大雷音宗的禅师？大雷音宗天龙院首座，景明。马爷，你来。景明，马师弟，当年你自断一臂，归还大雷音宗神通，也归还了如来为你炼制的细气罗，断绝师徒情分。而今却将我宗神通雷音八式外传给擂台上那个大虚器民，出尔反尔。哼！老如来已经答应我还俗，你管我做什么？马爷爷曾是大雷音宗的禅师，小时候他给我玩的那些灵明珠，原来就是禅珠。如来又是什么？听上去很厉害。既然违反了还俗的规矩，你就还是我大雷音宗弟子，跟我回去吧。当初你若不打下须弥山还俗，而今大雷音宗如来的位子就是你的了。不见众生，怎见自己？谁稀罕做什么高高在上的如来？我还俗有了妻儿，你们就一个个找上门来。为了妻儿安危，我自断手臂，然后呢，你们继续追杀我，让我家破人亡。既然执意要我死，为何我不能将大雷音宗神通外传？我们并非要杀你，以马师弟的造诣，做一个棺材匠，埋没了你的机缘。如来是要渡你脱离红尘苦海，重拾禅心，回到大雷音宗，以成正果。狗屁的禅心！杀我妻儿的时候，你们心里有禅吗？罪过，当年是下面的弟子误杀了你的妻儿，红尘苦海，干扰修行。这么多年，马师弟还没有明悟吗？废话！要赌便赌，不赌就滚！也罢，我与你对赌。这是我徒儿明心，他也是灵台境。马师叔，这次由他来与你的弟子打擂，如果他赢了，你跟我回宗；如果他输了，细气罗归你。我输了，你拿我的脑袋回去见如来。那可是你的命！脑袋没了，你妻儿的仇谁来报？去吧。是。这亦是你的修行。如果我输了，马爷爷就会死。墨儿，霸体无双，绝不可能会输。我相信你。小禅师，明心。放牛娃，秦牧，我是霸体，我一定要赢。观水。雷音八式第3式，九阳御风雷。雷音八式明明是禅宗拳法，
在他的手里却充满了愤怒。心中障。即便是魔元，也扛不住九龙玉风雷的力量。小禅师竟能不躲不避。我大雷音宗功法与其他门派不同，走的路子由体表到禅心，修到体表称之体如来，修至禅心谓之心如来。这位小兄弟未得真传，只修到体如来的层级。你的弟子明心倒是自幼修习心法，如今已至心如来的表层。心法，什么意思？禅宗功法以心境见长，尤其是我宗心法如来大乘经，与雷音八式完美契合，两者相互配合，才能真正显示禅尊慈悲之力。慈悲？拳头不就应该用来打架吗？你的内心太过愤怒，接下来我也使用雷音八式，你就能看出区别。神啸天眼，开！雷音八式第8式，千手禅尊。你未修禅心，招式充满愤怒，千手禅尊尽是愤化身。小禅师的心法确实厉害。和拳法结合后，有种很柔软的威力，这就是他说的慈悲之力。我以慈悲力度你愤怒心。难道真像小禅师说的，我没有学过心法，打不出完美的雷音八式？如果因此害死了马爷爷，不行，我绝不能输，他一定有破绽。心如来，即有表即里的禅尊，没人敢向禅尊出手。木儿敢。找到了，就是那里，他体内元气最薄弱的地方。小禅师，这就是你心中的禅尊吗？我见人，人人皆禅者。禅尊皆在心中。我心中无神，这世上无禅也是高贵。去他的神！无魔，去他的神！我就是神，就是禅尊，就是魔。魔神伪力印会让我力竭，也会让我体内的全部元气瞬间爆发，助我打出最强的雷音八式。这一击必须分出胜负。雷音八式第5式，日照阳魂，空中炼。我的破绽被他发现了。当年你急于求成，致使你修炼时咽喉处留有破绽。禅尊法相并不完美，看来你将这个破绽也传给了你的徒弟。没想到你竟能用魔道功法催动禅宗威能，跨越禅与魔的界限。什么禅啊魔的，都是你们定的，只要好用不就行了吗？是我输了。多谢秦施主指点，明行受教。傻孩子，别什么都学。马师弟，细切罗没了还可以再造，但头颅只有一个，你输了一次便是全盘皆输。你先赢了再说。
如来与你师徒一场，他当年为你炼制细气罗，是真心想让你继承衣钵。你的手臂，如来至今放在千尊塔中诵经贮存，望你有日迷途知返，重回大雷音宗。哼，要回也是打回去，不准再来骚扰马爷，否则我就毒翻须弥山。马爷爷，婆婆，既然担心老禅师再来骚扰，我们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木儿，这是你赢的，归你。他的名字叫西气罗，四股12环，是大雷音宗如来所炼。12环可以去除12种杂念，丈分4股，断4生，念4地，修4等，入4禅。它的价值堪比一整座香龙城。哇！救命啊！救命！老娘婆，这里有老娘婆吗？没，这里有老娘婆吗？我娘子难产。这个时辰，黑暗快来了。赶得及，我就住张庄寨，离奶奶庙不到20里地。哎，张庄寨啊，这个寨子不是死了很多婴儿吗？求求你们，救救我娘子吧！求求你们！我随你去。啊！兄弟，你们家的婴儿都是一出生就死了。对，既然能怀孕临盆，不可能全都出生就死，恐怕寨里藏着不干净的东西，一直盯着婴儿，在他们出生时下杀手。啊，这到了，那就是张庄寨。这个寨子怎么没有石像？婆婆，快跟我来！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我找来了残老村的老娘婆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怪不得房子都建在树下，原来石像被缠在树里。木儿，你开眼看看，倘若看见不干净的东西，你来处理。神霄天眼，开！婆婆在与婴儿接生，不能让不干净的东西暗算他。这棵树长得那么旺盛，但叶子却黑黑的。不干净的东西，难道就是它？他不是石像里的青龙神吗？他只是躲在死去神奇背后的蛇妖，一直隐身藏在树冠里，吸食那些婴儿的生命。羊水破了，多烧些热水来。哎，他害了多少婴儿性命？就因为这尊神旗挡在面前，你就
不敢杀了？敢！帮妖害人的都是坏石头。那现在，你就向这尊神出刀，斩杀这头大蛇。快，再加把劲儿！快点，孩子快出生了。童爷爷说，大蛇打7寸，杀这种大蛇，我只能出其不意，一击毙命。看见孩子的头了，再用力呀！就因为这尊神奇挡在面前，你就不敢杀了？莫尔霸体无双，绝不可能会输。有5步，真正保护老子早晚要劈开神，杀回去！就是神，就是陈尊，就是我！我要向神出刀！找到了，7寸，心脏的位置，生出来了。关火！杀尊刀法第2式。日耀东海，天劫浪。婆婆，哎呀，乖儿子！婆婆，生小孩那么危险，他哪会叫？他的父母为什么还愿意把他生出来啊？像谁呀？像你。那是为人父母对子女的爱。爱？那我的父母我的宝贝儿子，为什么又丢下我呢？也许他们亦有苦衷。那时，放心吧，孩子安全了。她是我的母亲吗？我不清楚，他始终在江水里保护你，直到我将你捡走。这枚玉佩从小就戴在你身上，应该是你父母留下的。或许有一天，你能靠玉佩找到他们。大蛇是有人故意养在这里的。这种养蛇方式是魔道手段。大蛇死了，树却没有恢复生机，蛇的主人应该还在寨里。木儿，他说不定会来找你。你个瞎子，别吓唬木儿。今晚你去巡逻。哎呀，瞎子还要熬夜干活，真是人心不古啊！切，婆婆，她养蛇吃婴儿做什么？用来吸食婴儿的精气和魂魄，让他逆转先天根骨。魔道功法也太损阴德了。哼，这可不是真正的魔道功法。他不知从哪儿学了魔功残篇，心术不正练偏了，竟对婴儿使下三滥的手段。木儿，今晚来的人你对付不了，只管看着。
是魔影幻魔功。这不是婆婆锁魂定身的造化天魔功吗？真正厉害的法术，能通过影子影响本体。敢在老身面前以影子做法，教主夫人曾经何等狠辣，如今都成了救苦救难的老娘婆，实在可笑。她在婆婆房里，我得去救婆婆。八体三的功，你果然是冲着我来的。不率性为魔，何必修魔道？你不配再拥有魔典，交出来！圣教让你率性自然，不是任你放纵作恶，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越来越多，天圣教才会被人当作天魔教。天魔教？梅江派曾说婆婆是天魔教的，那影子也是来自天魔教。哼，你怎么不敢看我？婆婆房里怎么多出来了一个人？夫人，你答应过我，绝不杀天圣教弟子。滚回去！婆婆身体里怎么会有另一个人？原来你没能杀死他，反倒让他成了你的心魔。心魔扰乱心智，正是我杀你的好时机。不好，婆婆危险！他的名字叫西岐罗，可以去除12种杂念。杀了你，魔典就是我的了。杀了他！该死的老如来！40年了，还是只能把你镇压回去。怎么就练不死这天杀的老魔头？婆婆，影子要跑！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老瞎子，黑暗还没过去，当心出寨后啊，被魔怪吃了。多谢提醒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我听闻天魔教教众遍布天下，教内有360堂，对应世间360行，其中有个影堂，到处做暗杀生意。没想到影堂把暗杀生意做到大虚来了。真不愧是教主夫人，多进了大虚都能让堂堂江神做他的打手。可惜，差一步，魔典就到手了。多谢了，再见，一路走好。婆婆，死掉的更夫是不是那个影子？
他说婆婆身上有天魔教魔典，天魔教是什么？他是谁杀的？魔典又是什么？昨晚说话的姐姐是谁？婆婆是教主夫人吗？那心魔又是谁？萧爷爷，死瞎子，人是你杀的，别装死。婆婆，天魔教被外界称为魔道第一大教，婆婆与他确实有些渊源。啊！那个心魔是天魔教的一个老魔头，与我有恩怨。我为了炼化他，才盗走了天魔教的魔典。现在影子死了，婆婆是不是就安全了？魔典是镇教之物，天魔教的人为了夺回魔典，已经追杀了我40年。啊？这群人往往一窝蜂出现，杀了一个，恐怕未来会有成千上万个找上门来。这位兄台，此地妖气弥漫，敢问是否有妖物生事啊？有，妖物已经被邻村的一个少年斩了，是条藏在树中的大蛇，早上还死了个更夫。就是这儿。起！是营堂的莫堂主。他修习我教功法，却误入歧途，以致走火入魔，残毁受怨念负累，不得解脱。执法长老，送他最后一程吧。杀婴修炼，罪在不赦。圣教执法严明，失之以焚刑。下一处，残老村。木儿，你打擂得来的那只鸡婆龙下蛋了，快去鸡窝里把鸡蛋捡来。好。这鸡婆龙不愧是龙和鸡的后代，生的蛋都这么大。木儿，你连腹肌之力也没有吗？把
7举世无双，我不应该输给鸡婆龙。我要再去找些别的旧时代功法来好好学习，迟早要一雪今日之耻。婆婆，臭小子，还学会故意引我暴露了。婆婆放心回去吧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我真的能照顾自己，婆婆不必跟着。不是婆婆啊，那就杀了。连婆婆都敢杀，回村当心你的屁股。婆婆多半还会跟着。天圣教执法长老前来求见教主夫人。这里没有什么教主夫人，进了我们残老村，便与外界无关。又见面了，你当真要一直与外界无关下去？我们这一代的人还活着的寥寥无几，我还活着，就必须为我叫寻得斯婆婆讨要一个欠了40年的交代。原来是找斯婆婆，那可不巧，她出门了。婆婆，你真的没必要跟在我身后。可恶，婆婆就是欺负我不能飞。瘸爷爷说过，只要找到风尖儿，就可以踏风而行。风尖儿，我找到风尖儿了！耶吼！嘿，婆婆，你追不上我了，回去吧。臭小子，又跑哪里去了？执法长老，40年都等了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你换人来，我们要在这里过夜了。是，村长，他们说的过夜，该不会是……圣教360堂，静待教主夫人归来。没想到天魔教360堂都进入了大虚。死老太婆在哪儿啊？这些人为了找她，都快把整个教派搬到我们隔壁了。
撑在风尖上，还能让风带着我继续向前。你没摔着吧？放在室里了。我在我的风里小憩了一会儿，没想到会有人跑进来。我才失礼了，我在追赶风尖儿，不知道这是你的风，你怎么会御风的？是我从书上学的，可惜我不认字，只能按图示法，掀起妖风，吹动芭蕉叶飞行，做不到像你这样在风中奔跑。对了，你能追风，本事一定很大。你识字吗？可以教教我吗？好啊，我念给你听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我从前按图修炼，总是一知半解，多谢公子为我解惑。方才忘了，我叫胡灵儿，敢问公子名姓？我不是什么公子，就是个放牛娃，叫秦牧。这卷古籍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我也想学些新的功法，对付我们村子里的恶霸。是从那边的遗迹里找到的。遗迹？可以带我去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我只能带你到外围。遗迹深处有恐怖的东西，我不敢进去。不怕，我会保护你的，带我去看看。这里是永江龙宫，龙宫不应该是水里的宫殿吗？怎么变成了山上一个破破烂烂的庙？公子，遗迹就藏在庙里。好像走了很久了，还没到吗？快了。到了。是永江的水底，是这些龙柱支撑起了江水，水才没有落下来。快一点！原来在旧时代，不同种族的生灵也可以做朋友，一起饮宴，就像我跟大个子那样。恐怖的东西就在那后面。
悲伤的声音。迷雾之后有一个心碎的母亲，正在向我们求救。公子别去，里面有可怕的家伙。神霄天眼，开！永江龙王，是永江龙王。别怕，只是一具龙骨。死的。死的，但是就像活着一样，他是真正的龙。对了，马爷爷说过，九龙御风雷的全力是模仿真龙驾驭风雷的势头。我要关龙，学真龙在雷霆万钧间搏杀。成了，我关龙成功了，霸体觉醒了新的雷属性元气。说心动恶念，西岐罗便响一声。现在想得这么频繁，是谁的恶念这么多？难道除了我和胡灵儿，这里还有第三个活人？是那个龙母吗？西岐罗对恶念的反应越来越大，到底是谁的恶念？公子好像越来越冷了。公子快看，那个龙骨是不是永江龙王？迷雾是他吐出来的。别怕。迷雾好像是永江龙王操控干尸的摆设，他想要保护什么东西？这是一条幼龙，他被一把剑穿透了身体。这里一定发生过一场血战，永江龙王的孩子中了必死的剑伤，他不忍爱子逝去，将幼龙冰封在此，即使魂飞魄散，也留下龙骨日夜守护。永江龙王怕幼龙再受伤害，就杀死了所有的闯入者。这会是西岐罗感应到的恶念吗？我似乎听见了西岐罗的禅音。谁在说话？来者可是大雷音宗弟子，老夫顾里暖，延康国太子少保。这个老先生还活着，怎么他一说话，西岐罗就不响了？若救我出来，到了延康，我保你们荣华富贵。我是大虚人，不是大雷音宗弟子。我听说延康有个叫神域的东西要杀我们。那又如何？太子就是延康国的下一任皇帝，而老夫是太子的启蒙老师。有太子做靠山，你说老夫能不能保你？老前辈这么厉害啊！你为什么要跑到冰里去呢？当年老夫奉太子之命，带着门生探索大虚神迹。顾大人，是这枚珠子在吸收他人气血，输送给玄瓶中死去的幼龙。此乃真龙的龙珠，不可再让龙珠为祸。我来收了它。不料，
这竟是旧时代永江龙王的龙珠，我那些门生统统被龙珠吸走了气血，而我则冰封在此近200年。不吃不喝活了200年，公子，你信他吗？老前辈说的有道理。老前辈，你这黑旗子又是做什么的？一点护体的小法术罢了。小少年，老夫拼尽一身元气将佩剑挪到冰外，你持剑斩了龙骨，龙珠便再也封不住我。我才灵胎境，如何能斩龙神的神骨？你不能，用了我的剑便能了。延康国集结能工巧匠，用尽天才地宝，锻造16柄1品佩剑，对应朝廷16位1品大员。我这柄是从1品佩剑，名叫少宝剑。和西岐罗比呢？大雷音宗一派之力锻造的，与倾国之力锻造的宝物岂可相比？快拔剑！用剑斩断龙骨！有你这么控剑的吗？这是什么拙劣的剑法？我不会控剑术，也没学过剑法。老夫教你。不学。药师爷爷说，会有人教我最好的剑法。如果跟别人学了，那人便不教我了。天底下最好的剑法就在延康国。延康有很多剑宗吗？哼，那些宗派自诩传承的是神奇道法，就以为他们的神通天下无敌，实际上不过固步自封。延康早在200年前就已经开始变法，国师排除门户之见，无视门派之别，搜罗天下剑法，召集天下剑客，共创新式剑法，集合天下人的智慧所开创的，是不是最好的？远胜过宗派数千年如一日的旧招式。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眼界，简直无法想象。延康国师听起来好像还挺厉害的嘛。最好的剑法就在面前，你学不学？我传你控剑的口诀总行了吧？行吧。我这门口诀叫做丹心诀，丹心便是赤子之心。来，跟着我念：以心控剑，以心控剑，心至剑至，心至剑至。快斩杀永江龙王，救老夫出来！这器名憨厚老实，真有些不忍杀他。可谁让神谕说了，神之器名必须要死。待我杀了他，抢了西岐罗，连同龙珠一起献给太子，也算是立功。公子，西岐罗又响了，恶念又来了。一定是永江龙王见你要斩龙骨，又起了杀机，得尽快除掉他。老前辈，你在撒谎！永江龙王的龙珠只将人变成干尸，可这里却有很多枯骨。干尸和枯骨是2种不同的死法。那些枯骨身上的衣服和老前辈很像，应当就是你死去的门生吧？门生既然不是永江龙王所杀，那他们是如何死的？难道？我推测，这黑帆就是真相的关键。老前辈被封在冰里，无法挣脱，担心自己会饿死，就痛下杀手，将所有门生的元气、血肉一并吸食，才在冰中活了200年。
是瞎猜，做不得数。小狐狸，你帮我斩龙骨，我传你更好的功法。胡灵儿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前辈一呼救，细绮罗就不响了，恶念消失了。可刚刚他以为能脱困，恶念就又出现了。原来恶念是他的。没错，他饿了太久，想要吸食血肉，却见我们有细绮罗守护，索性骗我们帮他，然后杀死我们。臭小子，你进了这里，就注定再也无法离开。危险！快跑！杀了我们，也没法脱离玄冰。放心，我至少能再维持100日，等待下一个猎物。休想！巴提三弹弓！你逃不出我的掌心！不救！我乃堂堂太子少保。公子真的不是老狐狸修炼成人吗？嘿嘿，好厉害，好聪明。那是因为我从小被爷爷们坑蒙拐骗，婆婆还骗我去鸡窝捡蛋，那可是鸡婆龙，很凶残的。婆婆辛辛苦苦等你，你居然说婆婆的坏话。婆婆，看。我新得的少宝剑，它比西岐罗还厉害吗？2个差不多，都是足以镇派的宝物。小狐狸帮你得了宝贝，咱们得感谢她。婆婆有本秘籍，能让你修炼时少走些弯路。可我不识字。倒是实诚。念在你美与姓顾的合谋，婆婆便不骗你了。若你真按照秘籍修炼，定会走火入魔，死得凄惨无比。公子说的没错，他们全都是坑蒙拐骗的行家。哎，什么时候对面多了一个镇？圣师林训，圣师是谁？婆婆，你的手好凉，脸色也变得好差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悠悠，见了祖师也不打声招呼吗？啊？司悠悠拜见祖师。司悠悠，第一次知道婆婆的名字。司婆婆，天魔教的道友来到这里有2日了，只是没有见到你，人家不愿意走。自圣教主惨死，圣殿遗失，40年来圣教一盘散沙，而今又有延康国师虎视眈眈。我老了，没有多少天了，只盼着选出一位精才绝艳的新教主来。这人是婆婆的祖师，怎么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？所以，新婚之夜杀掉厉教主的教主夫人，
便是你的最佳人选。可教主被杀，不是该报仇雪恨吗？新教主杀了前教主，夺走圣典，说明新教主更有能力，自然要拥戴他。居然还有这样的规矩！不愧是魔道第一大教。哎，四老太婆，你怎么不留在天魔教做教主啊？留在那里，我心魔更重。如果悠悠拒绝归教，那就是外人。这杀害本教教主的行为，罪在不赦，必血债血偿。要杀婆婆！村长，司婆婆是残老村的人，她不愿意走，你们带不走她。道兄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，只是事关圣教，该带的都要带走。圣教360堂，斩旗！那些人怎么凭空冒出来了？天魔教的传送旗果然名不虚传，大旗一斩一收，数万教众直接进入大虚，难怪延康国师迫切想要收复天魔教。得到这种神通，延康大军将席卷天下，一统各国。和我们这些老残废鱼死网破，天魔教也要死伤无数。延康国师定会乐于趁机将天魔教纳入囊中。延康国师的确想降服我教，不过圣典被盗，圣教主被杀，与灭教也差不多了。贵村若一意孤行，我天圣教碰一碰也无妨。就算他们人多，也不用怕，我会和爷爷们一起打跑对面的人，保护婆婆。木儿长大了，已经能保护婆婆了。不过别急，我先与祖师谈谈，谈不拢，就打个鱼死网破。悠悠，你本是我教圣女，厉天行要娶你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不同意的。但你没有阻拦。当初是你让我拜厉天行为师，他身为师父强娶弟子，身为教主强夺圣女，我杀了他。他却连死也要化作心魔纠缠我。我也没料到他日渐扭曲，俨然忘记了圣教主的职责。祖师如此英明，应该自己收我为徒才是。我第一眼看到你，便知道绝不能收你为徒。你太美了，即使不作恶，也会有人因你而作恶。世俗根本容不下你这样的红颜。哼，我要生存下来，就只能做司婆婆。除了真容，连声音也不能显露。既如此，你为何还让我做教主？不怕红颜祸水，不怕毁了圣教？这40年，我找了很多天资卓越之人，都不如你。见过了最好的，再看其他好的，始终觉得差了点意思。
我藏在这副丑陋皮囊里的40年，是我最痛苦，却也最肆意的40年。不用做任人审判的物品，不必忍受令人作呕的目光。走时，我是不会回去了。不过我可以还给你们一个教主，这个人天性纯然，不拘泥于神魔正邪之分。我相信他能引领圣教走得更远。什么？司老太婆要把木儿卖给天魔教做教主啊？怎么不卖我啊？天魔教是魔道第一大教，声名赫赫，当魔道老大一定很威风。威不威风不打紧，能保住婆婆才最重要。明天他们要先验个货，3天之内，木儿需一次性挑战天魔教360堂。堂主们会自封其他神藏，只留灵胎神藏与木儿对战。若木儿全胜，才算通过考验。360堂的堂主都是360行中的顶尖人物，身怀绝技。3天的车轮战，时间仅剩无重。木儿还是个孩子，她的身体根本扛不住。我已经不是孩子了，为了婆婆，为了残老村，我跟他们打。好，木儿。药师，你去准备补药。哑巴，你去帮木儿把武器打磨一下。7人连夜特训，把木儿调整到最佳状态。这疯魔般的刀法，令我想起一个人——天道。那个发狂向天出刀，杀入苍穹，被诸神拦腰斩断的天刀，他不是早就死了吗？这些老残废藏在大虚一个看似破落不堪的村落里，到底都是什么来历？能得到幼优信任的，每一个都惊世骇俗，哪怕他们放弃了自己曾经的身份。我知道那个独臂人是谁了，大雷鹰宗弃徒，后来名动延康大理寺的马神卜。如来也老了，想请马神卜回宗坐镇。我们这一辈即将消亡，延康国势却正年轻。若新一代领路人迟迟不出现，各大宗派终将被延康国兼并，不复存在。希望教主夫人选中的人，未来能与国师匹敌。一柱天香代表1天，燃尽意味着1天耗尽。你要在3柱天香烧完前打完360堂。木儿，你知道自己进去后会面对什么吗？知道，我不会让他们带走婆婆的。得在第1炷香燃尽前打赢120位堂主。快！你是我要挑战的堂主吗？你的屋子里哪来这么多雨水？我幼时便行走江湖，为农民们做法降雨。他们称我为小雨师。承蒙厉教主看得起，封了我做雨堂的堂主。原来施法降雨也能作为行当，可惜这种法术我还没学会。教主夫人可是法术流派的顶尖人物啊，比我还厉害很多。所以当年她被选为圣女，而我落了选。你跟着她，竟然没学会法术？法术也是修炼流派吗？我只听过控剑术跟战技这2个。啊？你怎么什么都不懂？法术和战技是最古老的2派，后来延康国师将控剑术推到巅峰，才变成了3大流派。
为什么要区分流派？集三者所长不是更好？唉，一个人钻研一派，即便耗尽一生的光阴和智慧，也难以修炼到极致，哪里还有时间钻研三派？瞧好了，这24节气鞭，便蕴藏了我从24节气中悟出的法术。无语！好神奇！你真能招来雨水？那当然。推法挺快呀！双降！你小子行啊！好冷，打出水和冰就是法术吗？我也可以。灌水。过火！破！于堂，你这么快就输了？这小子不知道学的什么野路子战技。龙堂，这小娃娃精得很，一招暗藏几10种变化，你们当心阴沟里反转上你龙堂的当了，他使的是大雷阴宗拳法，当头大日哪来的阴沟？行当你欺负读书人，这小少年哪里是使的禅宗拳法，明明是魔道真言。书堂，你害我！他用的是我教造化天魔功，封了老子三魂七魄。大雷阴宗拳法，魔道真言，造化天魔功，当心阴沟里反转。这些堂主施展的神通，虽然是日常所用，却都能用来作战。以后我也可以试试。已经烧了1/4炷香，我才打了这么几间房，元气耗损不小。还好有霸体3丹功能帮我恢复状态，后面必须加快进度。这个人身上散发着好强大的压迫感。我是剑堂堂主，你背负利剑，那我们比拼剑法。啊，你都没有抬头，怎么知道我背着剑？剑就是剑，藏不住锋芒。可我没学过剑法。药师爷爷说我们村有人会天下第一剑法，我不能跟别人学，免得那个人不教我。谁敢如此大言不惭？哼！你回去向他学一招，我待我看看所谓的天下第一剑法，都胜过我多少。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剑，我们可以比其他的吗？拳法、刀法都行。我只比最纯粹的剑法。好，你等着。居然！剑堂这个死脑筋，你用刀将这厮剁死便是。我也想。剑堂堂主，剑痴。村长，要不你就传2手？对呀，是啊，你就教教呗，你就是教教我。时间太短。哎，原来村长爷爷就是天下第一剑啊！时间虽短，但好在木儿是霸体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霸体。先用你从顾里暖那里学来的丹心诀，恐
制一根树枝，去刺一棵树。我忘了，这小子虽然剑法糟糕，但元气深厚。再次杀猪刀试试。你刺杀猪刀的时候什么感觉？我的元气丝太软，承受不了我刺出的所有力量。这就对了，因为你没有掌握剑法最基本的剑式。刺，只要你学会了刺，天下间灵胎境的剑法高手能够胜过你的也是寥寥无几。刺，这个动作，用剑来刺，灵胎也要握剑。元气扎根在剑中，元气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剑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都是你的身躯。再次，元气丝好像能承受我所有的力量了。不够，要控制所有力量。腿的力量，腿是力量源泉，用瘸子教你的腿法向大地借力。拳的力量融到剑里，眼睛的力量，瞎子教你的神眼何在，让你的剑也长眼。你现在可以去见剑堂堂主了。等等，用这口剑吧。这就香燃烧了一半，我却连第一栋楼一半的楼层都没打完，得抓紧时间。来吧。很好。你自身已经有了剑的锋芒，出剑！我要看看是谁敢自认剑术第一。之前那把剑呢？婆婆说你只用灵胎神藏，我如果用真剑，会伤你性命。荒谬！这就是天下第一剑法，平平无奇。我没学到剑法，村长爷爷只教了我一个动作，刺。一个动作就敢来挑战我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此剑是。我的剑尚未触及到他的木剑，就被他的剑锋斩断。一个普通的刺，竟有这样的威力吗？剑堂，你怎么搞的？比剑还能输给一个小娃娃？他连剑法都不会。我也不知为何，一招便败了。那小子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否则仅凭一招基础剑士，如何能击败钻研剑道几10年的剑堂？祖师，莫非那放牛娃当真取巧了？不急，且再看看。才打完一栋楼，比预期落后太多，我还得更快。
我只放过牛，不懂跳舞的。那你直接认输？不，我要比，比是跳舞。小郎君，妾身这舞堂不比其他，只考考你的身法。若你能让妾身的舞停下，便是你胜了。姐姐的舞步好厉害，像蛇一样灵活。原来这就是身法考验，得先找到姐姐所在的方位。撒了妾身最爱的多颗胭脂，小郎君可得设法。小郎君身法诡异，妾身输了。姐姐承让。今后若是有难处，到任意一家五方乐坊说你找傅庆爷，便可以找到姐姐了。好刀法，小家伙，走不完360堂，就跟我学做菜去。我一定会走完，不然婆婆就要被你们带走了。好，谁拦着你，你就用刀劈谁。等见到教主夫人，帮我告诉她，我阿瑶挺想她的，一直惦记着她的好。敢到我姑汤营造耻，我和你拼了！哎呦，哪里来的小猴子，连北堂也敢打劫？住手！刀下留情！请归还我该套的金饭碗！过房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他居然真的做到了。这小子好像有点真本事。诸位堂主各有所长，他却都能找到应对的法子。放牛娃的潜力不容小觑，的确令人期待。最后一炷香快燃尽了。这少年真是不寻常，可惜，他的时间不够了。是啊，我一定要打败他们，婆婆才能留下。还有4堂。剩下的堂主们，我有一个请求。3炷香的时间已定，我们不会为你延长。我明白，所以我想同时挑战你们4位。疯了吧？这可是战斗力最强的4堂。不管他疯不疯，这份大错我北堂服。一个人同时挑战4大最强堂主，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如果他能成功，圣教就有希望了。
龙、朱雀、玄武、白虎四堂，不负责任何行当，唯一负责的便是武力。即便你是教主夫人养大的，我们也不会手下留情。的气势。这些锋利的银丝都是白虎元气化成的。别逃跑呀，游戏才刚开始。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同时挑战我们四人。我四堂以四大灵体命名，正因我等是四大灵体中的最强者。好恐怖的青龙元气，五脏六腑都要被劈出来了。你们是灵体最强者。但我是超越灵体的霸体。好，安火！杀猪刀法第二式，日耀东海千里浪。朱雀堂，你杀我的银丝做什么？是他的元气属性变成了火，在向我的朱雀元气借力。剑武堂，快来帮忙！关水！水属性，不好！我的玄武元气被他吸纳了。青龙堂，滚！龙，青龙御风雷。什么灵体？霸体，独一无二的霸体。胜了四堂，一系战四堂，豪情震八方，快哉快哉！
少年英雄归我天圣教了。看到自家兄弟被打败，还这么开心，这可是第一次。大徐一个小小的村庄，竟有这等人才。那村里与我同一水准的有2个，一个是没有手脚的，另一个是打铁的。其他7个人比我叫4大镇教天王、左右护法使都要强。这些老残废都曾叱咤风云，他们将自己毕生所学所悟传授给我的孩子。普天之下，又有谁有这样的机缘，能同时得到这些人的指导？圣教的希望出现了。婆婆，不要走了。木儿，我教开山教主曾逢天上圣人坐时讲道，故而创立天圣教。作此实作，应承圣人之志，是教主，亦是向教众传道授业的圣师。请。那么多前辈，婆婆跟左师都站着呢，我怎么能做？木儿，这个石座名为圣师座，是你自己打下来的，坐吧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少教主。啊，凡我教众，执弟子礼。圣教恒言祖师文元，空守圣师座40年，终迎圣师归来。圣教前代圣女见圣师，弟子司幼悠参见少教主。圣教4大镇教天王、左右护法使、8大督察使、12护教长老见圣师。弟子参见少教主。弟子参见少教主。圣教360堂见圣师。参见少教主。参见少教主。参见少教主。诸位请起。谢少教主。少教主，往后圣教托付给你了。谁能想到魔道第一大教，声名赫赫的天魔教，竟然在这个穷乡僻壤迎来了他们未来的教主，一个12岁的少教主。不愧是我们辛辛苦苦带大的，都是我们教导有方啊！啊，霸体举世无双，木儿的灵胎甚至可以3度觉醒，天魔教才是占了大便宜。霸体3丹功，觉醒3次才算完成3丹。此后战斗时可以从容切换各种属性，木儿也算小有成就。要是木儿还有第4次觉醒，我看你怎么圆。
圣教已有40年不曾走动，而今选出少教主，不过是暂时稳定人心。燕康国吞并的宗派越来越多，我不知还能拖几年。祖师放心，木耳成年之后一定会走出大虚，带着圣典回教，执掌大局。祖师，这是我拆屋子的赔礼。哦。一蓑一笠一扁舟，一丈丝纶一寸钩，一曲高歌一樽酒，一人独钓一江秋。天魔教祖师，老瞎子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你，别过了。800老翁负闲愁，此生志满一休休。死后得以凌霄上，云自高飞，水自流。不愧是祖师，看淡了生死，觉得此生圆满，死后还要在天上笑看人间风云变幻呢。这就是大宗师。瞎子，你距离这种心境不远了。骚情，瞎子就是瞎拽诗词，倒是人家祖师的诗应情应景，不失豪气。你不懂诗，只懂苟且。次了，怎么还不明白大个子的山头不属于他呢？大个子，接着！我助你怕，小不点儿还。送你。你的雷音巴士快从体如来练成心肉来了，细气罗很适合你。这不是大虚的异兽。哇，好漂亮的大船！会冒烟，还会发光，以前从没见过呢。是从外界来的吗？神霄天眼。有一幅帛画，画上好像是甬江，还有山川地脉遗迹。这些人记录大虚的地理要做什么？严康，是严康国的船。听说严康的城池已经建到大虚边缘，现在画地理图，难道是打算向大虚发兵？秦将军，有人在窥探战船。那个严康人的眼力好强！大个子，你快回正阳宫，把大虚地图毁掉，不能被严康人看到。不知道严康派了多少人来，得赶紧告诉婆婆和爷爷他们。看衣着，
他们也是严康的，怎么鬼鬼祟祟追着那艘船？那人往下游逃走了，连我的眼神也承受不住。不是那些宗派的刺客，不必理会。神域严令各国封锁神器之地大虚，此前国师违抗神谕，让我自然属用丝绸与大虚通商，已使各大宗派不满，要求陛下诛杀国师。如今国师又让秦将军勘测大虚，我担心神谕。锦娘姐姐，我从没见过神，只见过那些宗派打着神谕旗号作威作福。皇帝不听话，他们就杀了皇帝；国家不向他们进贡，他们就灭了国家，好不威风。七公子，此行危险异常，还请七公子暂避舱内。我才不呢！大虚如此奇妙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多可惜啊！秦大哥是国师的弟子，你觉得国师不惜违反神谕也要与大虚互通，是为什么呢？大虚虽然蛮荒，但神迹秘宝数不胜数。严康只需丝绸、香料、茶与酒，便可以换来奇珍异宝，这才让我严康兵强马壮，也逼得那些宗派不得不臣服严康。那国师想进军大虚，又是要做什么呢？国师为的是江山社稷，只要将大虚纳入严康版图，每一个严康人都能研习藏在大虚神迹中的神通道法，不必供养那些蛀虫一样的宗派。将来严康人人之躯皆能比肩神奇。这样的人，那些宗派竟想着杀他，他们以神谕之法杀国师，我严康就以朝廷之法杀他们。所以七公子也逆行宗微服出巡，是特意等宗派的刺客动手。陛下旨意，凡阻拦此传者，视同谋逆，一律杀无赦。公子，公子，永江好像变红了。好多尸体，是尸体的血染红了永江。永江这么大，这得有上千不上万人的血才能染红吧？什么大妖，居然杀了这么多人！尸体似乎都是严康人，难道是刚才那艘船上的人杀的？奇怪，严康人杀严康人，怎么还要跑到大虚来杀？地动山摇的，这是什么动静？不好，他们在上游开战，加速了冰面破裂，提前形成了冰潮。这么多尸体和伏兵，一旦在下游堆积起来，堵住水道，江水就会反灌到江边的村子，形成大洪水。那该怎么办？婆婆和爷爷们在下游帮村民疏通边塞的水道。胡灵儿，你去告诉他们严康人和冰潮的事，我去找人帮忙拖住冰潮。村长爷爷还在村里，但他行动不便，还有谁能帮我？对了，还有那个家伙。木耳这小子又在忙什么？
唉，好无聊啊！仙青儿，无聊的我都幻听到放牛娃的声音了。仙青儿，是不是越来越近了？仙青儿，仙青儿，又是你这个放牛娃！我真没什么好东西能让你打劫了。冰潮就要到这里来了，我需要你帮忙拖住冰潮。啊？没兴趣，反正冰潮每年都有，这里有贼秃在，也淹不到我。你帮我，我可以帮你斩断铜像的锁链，助你脱困。就凭你？孽障，胆敢坏我渡妖功德，你可知道他的口腹之欲尚未戒断，你将他释放出来，他会吃多少生灵？虚伪！你高坐在庙里，仙青儿吃人你不管，庙外每年冰潮洪水你也不管，只想着你的功德。邪魔外道，冥顽不灵。婆婆和爷爷们每年都去拦截冰潮，救村民和飞禽走兽，救了无数性命。说靠功德就能修禅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早已是金身禅尊，才不像你是个铜的。放牛娃，我带你闯出去！老娘终于出来了！冰潮到了。大虚乃神器之地，大虚众生之恶，需要冰潮与大洪水洗涤，方能退去邪恶。这是大虚的因果。我只知道，你现在就在大虚，这冰潮是否也是你的因果？说得好。星星儿，能不能以冰潮过来？我们可以借铜像的力量拖住冰潮。好主意！风来！贼秃，你也尝尝冰潮冲刷的滋味吧！休想逃！完了，被他关住了！铜像怎么会小禅师的金钟罩？他也是大雷音宗的吗？可恶，他想困死我们！恶人暗算我！这一剑来自哪里？威力竟如此惊人！对了，一定是村长爷爷。分明是从正面，说什么暗算？大虚再也无法平静了。
听闻太子少保失踪200年，原来竟是与幼龙一起封在了玄冰里。老夫等了200年，终于等来了延康九品。太子少保，为何只剩剑鞘？你的剑呢？被一个弃民少年骗走了。剑鞘感应到了我的少保剑，之前骗走我剑的弃民少年就在附近。那个铜像怎么会金钟罩？难道他也是大雷音宗弟子吗？大雷音宗的都是人，小雷音宗的才是妖。贼秃是小雷音宗的小如来。如来是什么？雷音宗怎么还分大小呢？如来嘛，就是禅宗老大。听说贼秃以前是大雷音宗老如来的师弟，后来他们闹翻了，贼秃就跑到大虚来，创立了小雷音宗，号称小如来。小如来是老如来师弟，而马爷爷是老如来弟子。那么铜像相当于是马爷爷的师叔，但从来没听马爷爷提起过。看来任何关于雷音宗的人和事，他都不想提起。贼秃立誓度众妖修禅，有天他看到我在吃人，非要度化我，就用法相将我镇压。所以，铜像不是小如来本尊，只是他的法相。小如来小气得很，你坏了他的功德，他定会亲自来找你算账。放牛娃，我已经帮你拖住了冰潮，就此别过。浮边还堵着水道，就要演变成大洪水，我们一起清除浮冰。放开！为什么要帮你？你抢我宝贝，还害我差点被贼秃练死。不打不相识嘛。你帮我清除浮冰，就能救下无数生灵，你的功德会比小如来还要多，比贼秃还多。老娘认他很久了，我吃东西又不分善恶，只是饿了而已，就像你们人吃菜吃肉一样，草木长寿都可以成妖，这不也是杀生吗？为何只镇压我？等救了大家，你的功德比他多出100倍，看看他还有脸镇压你吗？有趣有趣，我也可以有功德。这里苦兵这么多，怎么救？将你的元气借给我。斩剑士。云剑士。小剑士。抹剑士。皮剑士。夏老爷子，公子在那儿。一丈平江，好俊的神通，好深的元气。那不是杖法，而是枪法。3年前，漓江派被灭门，我在他们师身上见过这种枪法。难怪那弃民少年胆大妄为，原来背后竟有高人撑腰。终于退潮了。夏爷爷。你爷爷的气势可真恐怖，我先走了。仙秋儿，谢谢你。延康那艘船朝着我们来了。
谋夺我延康朝廷命官佩剑的器皿，可是你。是顾里暖想吃我，我就拿这剑来护身了。他在你船上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剑鞘也弄出来？有了剑鞘才是一套啊！哼，臭小子，你可知你犯了多大的罪？这把剑可是老先生你主动送我的，还非常热心传我剑诀。请问何罪之有？你有恃无恐，倚仗的是这位前辈吧？晚辈延康国师弟子秦飞跃，正四品中武将军，敢问前辈可是枪神？他也姓秦？一个瞎子而已。3年前，我延康国的南疆武苗府府牧穆悲风，与众多漓江派高手被枪神刺死在大墟中。前辈可曾听闻？哼，杀害朝廷命官，狂徒无法无天，大墟当用严刑峻法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可叹！用枪法挑起整个永江。这老瞎子恐怕真是消失多年的枪神。一代枪神怎么变成了瞎子？我倒是好奇，我延康的真元炮跟他的枪法比，哪个厉害？众将听令，开炮！好大的威势！何人？谁？这人速度好快，你们可知他什么时候上的船？我的香囊呢？大墟地理图。我的剑鞘去哪儿了？糟了，我的观音不见了。金将军，不好了，我们正准备开炮，但是真元炮核心丹炉的钥匙突然全都消失了。连丹炉的钥匙也能偷走？我知道了，他是神偷。当年他夜入皇宫，在众多大内高手眼前偷盗国库，盗走了神赐给开国皇帝的地碟。国库中无数线索杀阵悉数无用，幸得国师出手，才将他的一条腿斩下来。即便如此，还是被他带着地碟远走，消失无踪。神偷竟然也是器皿少年背后的高人。回去告诉国师，保管好我那条腿，我会亲自去取。神偷前辈，把香囊还我！七公子莫追。延康打仗怎么还带个胖娃娃？一个戴面具的人。手撕卡不断。中王有毒，快闭气！是毒王，能招百毒。是百毒的毒王，导满舵，战船速退。秦将军，后方江面上也有一个敌人，不，
是半个人。哪来的半个人？他没有下半身。这刀法是天刀，向天横刀，几乎死在诸神手中的天刀，竟然还活着！七星神藏，开！全军听令，全速攀升！是。秦将军，这群人太难对付了，我们是否动用更强的武器？船上莫非还有什么法宝？这群人如果想对付我们，一个人出手就够了。他们是代表大虚，在向严康国示威。这次显然是警告，出手还是留有余地。我们无需死战，撤！是。回去告诉国师，大虚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物，都休想觊觎。枪神、神偷、毒王和天刀，每一个都足以惊天动地。大虚不起眼的村子里，居然聚集了这么多恐怖的存在。那个夺走少宝剑的少年，莫非就是他们的传人？这些老家伙不过是螳臂当车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国师进军大虚。我严康国会给大虚建立新的秩序。若是能招安这些宗师前辈，定会对严康大有助益。神偷啊，可是盗走地蝶的罪人。地蝶留在国库也只是一枚摆件，能因此与老前辈结缘，说不定是严康的机缘呢。凑齐了。少宝剑的剑鞘，曲爷爷，你本事可真大！他们偷画大虚地理图的计划也落空了。这是什么？浩劫将至，大虚将变。
天赐良机，择此吉时，特邀各路英雄好汉聚首香龙城，风云际会，共襄盛举。不好了！大个子说，真阳宫里封印的那个魔影逃走了。还有更棘手的事，圣教传信，延康不日便要与香龙城议和。香龙城是大徐最繁华的城池，也是外界往来的必经之地，本就受延康影响极深。一旦事成，延康便能派100万雄师进驻，长驱直入，蚕食大徐。木儿，明日你与婆婆、瞎子潜入香龙城打探，要么阻止和谈，要么让香龙城不再是香龙城。与吾有心求和，风光气息很沃，城府将心华盖，价量龙息才知，更可能息4万，心为良心浩大。原来昨天的巨兽就是日行千里的引江江神副将。我们提供烟火和食物，副将承载我们往返，这就是大虚遵循的以物易物，利益互换。外人口中穷凶极恶的神器之地，却是我们美丽平静的家乡。我不能让大徐被延康卷入战火中。看，香龙城，从前的天龙星宫，如今的香龙城。昨日那些延康人也来了。大徐器民闪开，让6合境以上的神通者先行。请。哎呦，贵客贵客，请随我这边来。婆婆，他们明明也是大虚人啊！哼，仰头看天久了，忘记自己还踩在地上，凡事都要分个高低贵贱。可脱去一身皮，谁又比谁高贵呢？天黑了，你快看呐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星宿石。据传，在旧时代，黑暗降临后，天龙一族聚集于此，打造出夜晚发光的石头，代替星星驱散黑暗。天龙消失后，村民便称此地为香龙城，也叫做不夜城。延康选择香龙城作为突破口，就是想以星宿石克服大虚黑暗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分头打探消息。我去个人气兴旺之地。死瞎子，又要说个叮当响。木耳，我去找人，你去集市探听城内动向。集市还在正常运作，延康应该还没有大规模入驻。
大薛向来以物易物，香龙城却在用这个龙币。又遇上他了，原来是个放牛的。那些瓦罐看着破烂，却是神通者所炼。他倒是慧眼识金。您家里缺人手吗？我什么都能做，孩子们长大后也能做工。求您行行好，不缺，只要不让我们分开，赏口饭吃就行，别走啊！世道艰难，连人命都不能当钱花。只要我们终结乱世，百姓就不会再陷于困苦。锦娘姐姐，钱带给我。钱你拿走。但这不是交易。你们不是为了当货物而降生的。哎，严康战船上的那个胖娃娃。什么胖娃娃？我在家排行第7，大家都称我为七公子。白白胖胖的，应该叫肥七公子吧？你，多谢公子。香龙城不把我们当人看，不如去大薛的其他地方，可以凭本事而活。我记住了，谢谢你。放牛的。开始对你刮目相看了。喏，这个在外界应该很值钱，算我替大薛人谢谢你。这么贵重的谢礼，我们严康人不回礼可不行。有意思。严康将军、香龙城、大薛神通者，3伙人互相戒备，却又没起冲突，他们在等什么？秦将军，请。城主，天魔教教主夫人约在你的城主府见面，为何还不见踪影？黑尊者稍安勿躁，贵客马上就到。教主夫人，原计划中的花瓣是大玉天魔经，天魔教失落40年的魔典重现于世了。太美了吧！全是美了，这个景太美了。城主，叨扰了。我听过这个声音。你怎么不敢看我？
这就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如此绝代芳华，当真存于世间？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小时候，龙爷爷教过我这篇古赋，直到今天，我终于明白其中含义。教主夫人驾临，真让我降龙城蓬荜生辉。教主夫人不是婆婆吗？魔典也在婆婆手里啊。她跟婆婆有什么关系？前教主到底有几个夫人？40年了，教主夫人终于出山，想来是将魔典研究透彻，才广邀英豪来我香龙城一睹风采。嘿嘿，府上已设宴，请诸位过府一叙。大玉天魔经教主夫人，香龙城严康。这场宴会太复杂了，我必须进去一探究竟。有办法了！上面说器皿攻擂赛获胜可得100龙币，我要报名打擂。今日打擂名额已满，明日请早。这下该怎么进去呢？喂，放牛的。你是谁啊？果然认不出来了。我叫林玉秀。钟灵玉秀，好名字。我问你，我胖吗？你的脸蛋圆圆的，应该算胖吧？演员是天生的。奇怪的姑娘，但有点眼熟。你想入府？随我来。城主，我严康这里还有位朋友。既然与秦将军相识，请入座吧。好凶的严康人，在这里你可得小心。看，神断山，百善老人，灵谷大道，黑尊者，妙毒手黄莲夫人，都是大虚有头有脸的神通者。还有城主傅云蝶，他已修至生死境，是大虚中少有的高手。那你呢？我的身份，嘿嘿，保密。教主夫人，你叫大家来，不只是为了喝酒聊天吧？听闻很多人都想借大玉天魔经探寻成神之法，我索性邀大家齐聚一堂，看看除我之外，还有谁有资格做他的主人。别以为你有魔典就能逃出我们重重包围。谁夺走大玉天魔经，谁就是众矢之的。无论是大虚的高人，还是严康的贵客，我只为回应教主夫人邀约而来，不会争抢魔典。秦将军知礼，却不知城主若夺得大玉天魔经，便能在与严康的和谈中占尽先机。原来城主并不想反抗严康，只想为自己争取更多好处。城主与严康勾。
家在我府上做客，还请给几分薄面，不要伤了和气。对，和气生财。城主，擂台上的少年便是令郎庭月公子吧？据说城主夫人失踪多年，她从小没娘亲，似乎也是个可怜的少年。城主夫人。我乃堂堂香龙城城主的夫人。虽然他娘亲是个恶人，到底未安我长大，我与他也算有渊源。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放过我，放过我吧！他可怜。他疯了，这根本不是比武，是屠杀。明月公子不愧是灵台境第一人，去年对战352名修炼者，无一人生还。小儿不过打死了一些大虚器皿，不值一提。说来，他也实诚，从不逼人比试，只需以钱财请人打擂。怎奈来人众多，百枚龙币却花不出去。虎父无犬子，公子真是英雄出少年。哎呀，多谢城主款待，饭菜很香，我打包一些回去给婆婆和夏爷爷吃，浪费可耻。孝顺的好孩子。这一餐要多少钱？来者是客，不收钱。城主不收，但我不能不给啊。100龙币是否够了？请稍后，我去杀个人，赢钱之后还你。庭月公子，听闻器民在此处打擂，赢了会有100龙币。我是个器民，所以我来试试。这小子为了赚100龙币，居然挑战庭月公子。胆子这么大的少年，很难活到成年，一般都是在这个年纪就死了。他才不，他。没想到大玉天魔经尚未决定归属，倒遇到这么一出有趣的事情。不妨我们打个有趣的赌，若庭月公子赢了，大玉天魔经便赠与城主；若是那个少年赢了，则继续由我保存，如何？教主夫人此言当真？3年来，少说也有1000人挑战月儿，没有能够活下来的。别贪吃，一会儿还有更新鲜的牲口。哼，气什么？在香龙城，低等器民和猪狗一个价，怎么就不算牲口了？用兵器吗？你可以，我随意。倘若你的水准能让我使兵器，我自会动用。你是学战技的？这是什么破刀？他叫杀猪刀，专杀猪狗不如之人。想激怒我？关我！杀猪刀法第一式，一战连中锋。
你的一举一动，任何反应，都已被我看透。那是城主的8项天神功。听月公子得城主亲传，已经能将元气凝成8只眼睛，以8眼观8方。看在你勾起我怒火的份上，就不拿你去问鱼了。我保证会一剑一剑削死你，让你死得比任何一个器皿都凄惨。小心！只要我的攻势足够迅猛，哪怕你看得到，也避不开你，拦不住。他用的刀法是极端强横的顶级战技，他究竟是何来历？该死的牲口，出刀越来越快，力量也越来越强。城主不会想插手他人打擂，坏了江湖规矩，令人不齿吧？自然。不明的拿刀动作好奇怪。反手持刀是战技流派的必杀战技，将兵刃贴近身体，以便近身与敌人搏杀，使出致命一击。他是天刀的传人，他的必杀招会有怎样的威力？杀猪刀法第3式，急刀出进来，车马轰如雷。身赴皇宫，手挽君王桃，竟然是这招！听闻天刀曾是一代文豪，却在活泼家亡之际弃文从武，孤身闯入敌国皇宫，一刀斩落皇帝的头颅。这一刀也被称作是天刀最凶的必杀之刀。我不习惯欠人情。我们大虚器民虽然穷了点，但还是有些骨气的。这里是100龙币，我的饭钱。这小子豪杰满座，饮酒醉。杀了令郎，尝饭钱。痛快！把他拦下！这是那天神头盗走我观音时施展的腿法。他得到神头真传，
显然没有人可以留住他。看来这个赌是我赢了。兜兜转转，大玉天魔经还是得由我收着。城主可要愿赌服输啊！告辞。留下魔典，休要走！带兵跟上那小子，是他杀了。锦娘姐姐，哲人引开伏兵，送放牛的出城。齐殿下，不可为那少年与城主生气，打乱延康驻军计划。国师与副帅的大军，明日就要到达香龙城了，我们必须稳住城主。听说那家新酒馆不错，去尝尝。走啊！我还是闯祸了，没有忍住杀心，要尽快告诉婆婆和夏爷爷，提防城主报复才行。有人跟踪，是城主派来寻仇的。没错，就是那小子，就是他。城主转眼便走出丧子之痛了。父母是商人，自会权衡利弊。儿子还能再生，魔典却是千年难得一见。可惜大玉天魔经只有一份，该给你们谁好呢？魔典是我的。清醒点，别被魔教妖女迷惑。奸夫不过生了副好皮囊，以色使人换来魔典，真拿自己当魔典的主人了。阿杂之物，区皮囊都看不破，还妄想染指大玉天魔经。大玉天魔经竟能如此变幻，原来它不仅是记载成神功法的魔典，更是一件千变万化的法器。快追上吧！他们元气好深厚，似乎都是6合境的神通者。在那儿呢！不好，是死路！参见少教主。都是360堂的各位堂主，圣教在香龙城有这么大的势力吗？当然，大半个香龙城都是少教主的产业。我的产业？酒馆、客栈、赌坊、当铺、戏楼、衣庄、珍宝阁，整个香龙城的产业大半都是圣教的，干活的都是圣教弟子。
但凭少教主吩咐。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下婆婆和虾爷爷？是。天上发生了什么？天上发生了什么？他们这么多人在围攻教主夫人，为了争夺大玉天魔经。走回后清谷诸佛，八项元神俱显。八项天神功的确了不起，但只是了不起而已，远不配称作神功。现在想来，他的语气、眼神也和婆婆很相似。孝顺的好孩子，该不会他是婆婆扮的吧？哦，大玉天魔经竟能模仿我的功法。不对，我修400年方阵生死境，你才修炼多久？那模拟的只是表象。怎么可能？连神通也一模一样！啊！令郎的死让我有了暗算你的机会，你当时便被我的针法所伤。倘若你安分养生，不可逃过一劫。可惜你太贪。大玉天魔经的造化篇分为天地人神鬼魔灵，刚才是反攻你法，造化天神鬼。现在就是你们最恐惧的损魂包皮，造化天魔功。
木儿，是我。婆婆，你怎么？啊！婆婆把城主做成了衣裳。从前我将她夫人变成了牛，如今你又打死了她儿子。哎呀，这家人还真是倒霉。不过他们作恶太多，当有此报。刚才和城主打架的教主夫人，果然是婆婆扮的吧？我明白了，婆婆先以魔点为由，引出香龙城的各方势力，再赴宴探听消息，找准机会，一举拿下城主。嘿，婆婆好厉害！等延康大军一到，婆婆就披着这件衣裳，掌管这座城，去见那位神下第一人延康国师。这边啊，夏爷爷，你去做什么了？怎么这么狼狈？夏老爷子，眼睛看不见，还想着出钱。他指着外面说有神鸟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换牌，然后就被赌坊扔了出去。木儿，之前我遇到一件趣事，一只大母鸟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去浪，旁边还有只小公鸟，最后却被追得满城跑。2只鸟而已。死瞎子骂我们呢。夏爷爷，夏爷爷一直在赌坊，怎么会知道婆婆打扮成另一个人跑出去？以前村长爷爷说夏爷爷好赌，怕他输得精光，都不让他进城。这次特地叫他来，难道是有特殊用意？死瞎子，赶紧把你从赌坊打听到的消息说出来。我听一个武长说，城主让他们打理军营，延康国要派一支由20万神通者组成的先锋军入驻，还会带来数万灵兵。延康国一艘战船已经造成那么大的兵潮了，20万神通者会给大徐带来多大的灾难？村长他们呢？已经赶来降龙城了。事不宜迟，青龙堂，去通知其他堂主，准备行动。是。瞎子，按照计划来。木儿，你去城门口等着接应村长他们，我去城主府拖住秦飞运。战争要开始了。神霄天眼，这些古老的龙珠经历过这么多岁月，不知道能否撑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。放牛的，你在上面做什么？看香龙城的星星呀，和延康的一点儿也不一样。你不来看看？你杀了城主的儿子，为什么不躲起来？还守在城门边，不怕城主把你抓走？延康国的大军快来了，我要在这里抵挡他们。归顺延康不好吗？我来到大虚，就好像见到以前的延康国一样。以前的延康？那时延康刚建国，依照神谕，归属于宗派长生门管辖。然而长生门仗着神谕，欺压奴役百姓，令百姓过得凄苦无比，甚至易子而食，神世九空。延康人拼死与长生门打了600年的仗，直到200年前国师变法，才彻底除掉长生门。延康国师，我知道他，孤离暖也提起过。
延康国师召集天下剑客，共创新式剑法。哎，他那么厉害，为什么想来大虚？变法艰难，延康至今仍被百余宗派围攻，我们的神通道法稍有落后，就会功亏一篑。所以延康国只需要大虚里的神迹秘宝来助你们变法，而并非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神之器民。如果大虚变成延康的疆土，器民们还能活命吗？延康会接受器民的，只要归顺，就一样是延康的子民。大虚的人做惯了无主之民，我们有自己的行事规矩，而你们不会知道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将要遭遇什么。延康的不败神话会在这里终结。我是延康人，任何与延康作对的都是我的敌人。我是器民，不可能背叛大虚。战场上，我如果遇到你的话，绝不会留情。我也是。既然秦将军如此爽快，傅某也定会竭诚以待。此次先锋军由我副帅天策上将秦简率领。能得天策上将亲临，我降龙城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来人，在通传降龙城上下，为延康大军开道中取。太好！飞越已经和城主谈妥，大军随时可以入驻降龙城。无父无犬子，有天策上将和小秦将军里应外合，降龙城早已是我延康囊中之物。天策上将，前面就是神断山脉。传闻神断山脉是神斩出的山脉，连绵2万里，厚100余里，从而将大虚与外界完全切断，也将黑暗彻底阻拦在大虚。一旦跨过这条山脉，进入大虚地界，大军就会直面黑暗。宇渊将军，全军急行，我们必须在日落前进入降龙城。是。这些都是延康国的军队，爷爷们，你们怎么还不来啊？万一来不及，就只好我自己上。龙爷爷，你总算来了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夏爷爷说延康国来了20万大军。延康的先锋军一般分为4支：青龙军、白虎军行陆路，玄武军走水路，空中还有一支朱雀军。那我们2个人要怎么打？
世上并非只有舞刀弄枪这一种打法，笔下亦有锋芒。天上的雷云，好厉害！原来书画神通还能用来作战。天策上将！前方船只要赶紧撤离风口，已经太晚了！全军猛攻阵型！玄武军的兵盾挡不住雷云未散，更添飓风，让我军死伤数万人。看来。除了之前在战船上见识过的枪神、神通、毒王和天道，大虚中还隐藏着别的高人。传令于渊将军，率白虎军、朱雀军绞杀雷云。白虎军听令，列白虎杀阵。是。朱雀军听令，列阳火阵。是。天策上将派金雕传来消息，城内有妖人做法制造异象，阻挡我延康大军。城主，你早前不是说已经处理好一切，连府内闹事的天魔教教主夫人和大虚神通者都解决掉了吗？难道你在糊弄我？大玉天魔经已在我手，林将军放心。传令下去，是将所有人给我赶到城中心的庙宇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眼皮底下作祟。我与你同去。
作乱的妖人不识时务，捉到了他凌迟处死。届时还请秦将军在国师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城主身上的气味，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。屠爷爷，你也来了。延康国师都要来，我怎能不来？我们的第2步计划正式开始。延康国师既然决定朝大虚出手，一定会不遗余力。哑巴瘸子入城去，协助瞎子药师尽快将百姓转移到庙宇遗迹。屠夫，动手！屠爷爷，你在做什么？快下神通，等黑暗降临，延康大军入城，我便激发我的斗意，炸毁龙柱。还可以这样？龙柱是天龙星宫遗迹的一部分。将黑暗抵御在城外，一旦龙柱损毁，城楼倒塌，延康大军会被黑暗瞬间吞噬。而庙宇周围有星宿石，可护百姓周全。聪明，这就是我们的第2步计划。关键还得看聋子怎么拖住他们。作画，可挡100万雄师。山河破碎，万民痛哭。王者被魔神吞噬，无论敌我。这是18幅地狱图其一，百魔图。
怎样锥心刺骨的痛苦，才画出世间无二的地狱百魔？当年的天屠国太子，风华绝代，精彩绝艳，是天屠国第一美男子，也是资质第一的人，却只醉心书画，曾言自己两耳不闻天下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就连荣狼国入侵天屠国，天屠国无力抵挡之时，他也无知无觉。等他从书画之道中醒来，国都已破，荣狼国正大肆屠杀百姓，战马踩踏着他妻女的尸骨，宫门上挂着皇后的头颅，甚至有士兵提着皇帝的头颅四处炫耀。天屠国太子疯了，他是个偏激的人，自问连国灭之声也不闻，要这双耳朵何用？他切掉耳朵，刺破耳目，以百姓的血、亲人的血、敌人的血作画。画出18幅地狱图，他画出了地狱。天屠国国都从此化为地狱深渊，荣狼国100万大军尽数跌入，化为地狱的一部分。那一役后，天屠国和荣狼国都亡了。天屠国太子也自此消失。我曾去过天屠国国都遗址，从18层地狱中走了一遭，深知他内心的悲痛与绝望，也怜惜这份才能，因此向陛下上书，要在太学院建立画圣阁。没想到在大虚，竟能得见这位最适合做画圣的人。唉，只可惜是我严康的敌人。看见了你们的决心，我严康要想进入大虚，势必要付出同等锥心刺骨的代价。天策上将，百魔战力非寻常士兵能敌，大军伤亡惨重。全军听令，结4项战阵。
万军元气尽汇其中。领军之人是神桥境高手，以他之能，载其万军之力。天策上将以战阵闻名于世，所持天策剑，在16口1品配件中排行第1，可将我所创4象战阵的威力发挥到极致。一人一剑，便是我延康国威。剑当百魔。降百魔，鼓军心。大虚可破。国居于千里之外，好一个延康国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真有你的！来吧，来吧！我已经等不及看当时最强的剑与当年最强的剑一决高下了。当世最强的剑是延康国师，当年最强的剑自然是村长爷爷。他们如果交锋，会何等惊天动地！龙子争取的时间已经足够了，接下来的降龙城决战将无比惨烈。捷报，国师英明，百魔图已破。太子少保，辛苦你赶来汇报战况。为延康，为国师效劳，乃下官本之己任。只恨下官被困大虚200载，尚无力参战。若国师亲自出剑，恐怕那大虚妖人连执笔的机会都没有。惭愧，我的剑法启蒙正是来自他的一幅画。画中人锐气勃发，像一口刚刚饮血的剑。我从中看到剑法的极致，苦研100年，仍不知是否达到了画中人的境界。画中人是谁？难道也藏在大虚中？若有机缘，自会相见。传我军令，乘胜追击，加急行军。命密水关都尉率30万密水军即刻出发，紧随先锋军，务必在天黑前进入大虚。副帅剑破妖法，先锋军行进顺利。城主，你说会抓住那做法的妖人，妖人何在？秦将军恕罪，我即刻加派人手，严密排查。国师已加派30万密水军，今晚必须一同入驻降龙城。我不希望再有任何变故。我降龙城上下必定全力配合。延康国师竟然又派出了30万大军。村长交代我前赴秦飞月身边，以获取延康情报，果然高明。延康大军恐怕会在黑暗降临前进城。百姓都安全了吗？我们怎么办？战！天黑之前，谁也别想从这儿过去。那是什么？黑暗将至，怎么还这么亮？天杀的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老子住在大虚这么久，还是头一次见。注意警戒，大虚神秘莫测，不知又施展了什么邪法。那是什么？传说是真的，
果真有这艘船。教师爷爷，你们回来了，也就是说，百姓都安全了。婆婆和虾爷爷呢？瞎子留在庙里以防万一。我们本想去接应四婆婆，却看见了这艘船。这艘船为何现在出现？真的是船！这不会是严康人造出来攻打大虚的吧？天策上将，少主威力太强，船队恐怕难以招架。一艘被巨人背着的船。速速避让！这艘船竟然在驱赶严康军队，保护大虚。几十万大军都无法撼动他分毫。太阳船，这一定就是太阳船。木儿，你怎么知道？在镇阳宫壁画上见过。相传太阳船长着24条腿，如今亲眼所见，原来是由12名巨人扛着船体，拖着太阳跨山越海。太阳？那个大黑球就是太阳吗？它怎么是黑色的？难道熄灭了？哑巴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那不是真正的太阳，而是黑暗降临前那个时代的生灵炼制的宝物。宝物？那它为什么熄灭了？这是鬼！燃烧着岩浆的鬼！快逃啊！这难道就是大虚中的古老怪物？青龙镜，白虎军听令，攻击船体！朱雀军全体闪开！天策上将，玄武军听令，施法降雨灭火。天策上将，玄武水柱一靠近巨人就被全部蒸发，无法灭火。袁出云，集结全军，先行撤离。哪怕是熄灭的太阳，我严康大军与这庞然大物碰撞，犹如螳臂当车。
黑暗降临前的生灵创造的太阳船，的确非同凡响。如果这轮太阳重新点燃，将会是何等壮观的景象！神的气息，这艘太阳船上竟然还有活着的天神。船上好像有人，一个好大的巨人。相传太阳船上住着一群放牧太阳的神族，他们叫牧日者。他们之中驾驭太阳船的神叫做太阳手。可大虚是神器之地，神抛弃了大虚，为什么太阳船和太阳手居然现在出现，保护大虚？神存在于世，神域对延康国的约束亦难以撼动。传令，退兵，50年内不再踏足大虚。国师，这只是暂时的。太阳船不可能永远保护大虚，天神会死，牧日者也早已没落。50年后，我延康国应该有一统大虚的伟力。现在不宜硬碰硬。神船降临，国师鸣金收兵。齐殿下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。撤！延康国师知难而退，屠夫，把你的刀意收走。我们为了这一战准备已久，延康国师却被太阳手吓退，没能见识2代最强之间的对战，真是一大遗憾。不如上船跟神干一架。又疯了！你连这半截的身子也不想要了？走吧。去接应司婆婆和瞎子，伺机撤退。到底是怎样的时代，能够制造出如此庞大的一艘船，在黑暗降临前拉着燃烧的太阳，在大虚的土地上穿行？你的玉佩很奇怪，有种不凡的气息。这神器如此高大，他就是太阳手。太阳手前辈认得这块玉佩？前辈，我才不是。族长爷爷，能不能让他上船来？带兵将来！带兵将来！木耳这小混蛋太野了，神的船也敢上！哪里来的神？连残老村的孩子也敢抢！老子杀！对方没有恶意，
让木儿去。那艘太阳船上的也不是一尊神。他的手离开船柱，身体就变小了。那个船柱是什么？居然能让他这么厉害！竟然是个小女孩，她看起来似乎很疲惫，怎么回事？她的双腿是和船融为一体了吗？这艘太阳船好古怪，就像是要把她的双腿吞噬了一样。那个少年，你过来。来到輕輕經過。配陣配馬配山盡，想係無憂香嘅頭疼。配陣配馬配山盡。想係無憂香嘅頭疼。你们说的是神语？你们是神吗？难怪能把延康大军惊走。我刚才威风吧，不过那都是靠太阳船。我握住船柱，和太阳船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力量就像是神奇一样，才会把坏人吓跑。你刚才有被吓到吗？吓到了。只怕连延康国师也想不到，驾驶太阳船的不是神，而是一个小女孩。对了，你们刚才看着玉佩在说什么？族长爷爷说，你这块玉佩的烙印，非神，非魔，亦非禅尊，应该来自无忧乡。应该是你父母留下的。或许有一天，你能靠玉佩找到他们。玉佩来自无忧乡，我的父母会在无忧乡吗？无忧乡在哪里？无忧乡极为神秘，只有在黑暗笼罩大虚时才会出现。我们也在找那个地方。你们找无忧乡做什么？据说锻造太阳船的人去了无忧乡，找到无忧乡，就有办法重新点燃太阳。你们的太阳就是那个大黑球吧？我们的太阳熄灭了，所以我驾驶太阳船的时候，船会汲取我的气血，让我越来越瘦小。等到我没有力气的时候，就会被太阳船彻底吃掉。我爹就是这么死的。你的腿这么瘦，是被船吃了？这是驾驶太阳船的代价。别说我燃烧生命启动它，它把神力借给我。但如果太阳能够点燃，太阳船就会汲取太阳的力量，还会反哺太阳手。
我就会变得很强壮。要把太阳点燃，或许只有真正的神才能做到吧。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严晶晶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秦牧，牧就是放牛娃的意思。你是放牛的男娃，我是放太阳的女娃。严晶晶，就是很多火，很多太阳。我出生的时候像一轮太阳，娘亲被我身上的火焰烧死了。族长爷爷给我取了这个名字，希望有天我能重燃太阳，用太阳启动太阳船，这样大家就不会死了。你们为什么一定要驾驶太阳船呢？因为我们暮日者被任命为太阳手，就是要驾驶太阳船，放牧太阳。我们要用太阳去和入侵者打，和魔打，和黑暗打。是谁任命你们为太阳手的？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反正到了现在，暮日者里已经没有神了，族里只有我能与太阳船融合，于是我就成了这一代的太阳手。其他暮日者怎么不来和你说话？他们好像很害怕你。可能是我太虚弱了，他们怕伤到我。要不是太阳船吃了我太多气血，我也能长得和他们一样大，能和他们一起玩。将来，如果我有能力，能够找到无忧香的话，一定会帮你点燃太阳，让你从太阳船里解脱出来。真的吗？我期待有这一天，那时我就可以走路跑步了，也可以像其他暮日者一样强壮。太阳少，健康界嘅军队亦齊地退出太氣。天黑了，我也该去黑暗里打架了。太阳船都是从星宿海离开，然后从太阳井那边出来。你想找我的话，就去太阳井。从太阳井日出，再到星宿海日落。我记住了。太陽少快唔會記到你啊！若以真氣無要向來下，請一定找到他。你將喺捱到重現太陽嘅最後希望。他在说什么？听起来好像很悲伤。快看！村长爷爷，为什么有的神驾驶太阳船保护大虚，有的神又写下神谕，抛弃大虚呢？人有一心，神也一样。我有香。为什么黑暗降临时，无忧香才会出现？
无忧香到底在哪里？镇阳宫的壁画上根本没有无忧香，难道必须要走入黑暗中才能找到它吗？可我要怎么才能活着穿过黑暗呢？来找我，找到我。来找我，找到我。你是谁？木儿，你做什么？婆婆，那个影子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无忧香在黑暗里，她会不会是无忧香的人？那女子14年前就已经死了，为什么反而在黑暗里活了过来？黑暗的事情可以问村长，他去过那里。400年前，我来到大虚，四肢尽废，万念俱灰，想着毕生的抱负都没有了着落，一次又一次想要了结此生，但又偏偏死不得。有一次，我没能承受住魔的诱惑，走入了黑暗中。你太强了，强大到即便是黑暗里的魔怪也很难杀死你。那时我走在生和死的边缘，我很疯狂，向黑暗中的魔怪大吼大叫，想要求死。然而那一刻，我眼中的黑暗像雾一样渐渐变淡了。我看到了一个个与大虚重叠但是不同的世界。等我进入大虚深处，抵达涌江的源头，那些奇怪的世界一下子便从黑暗中剥离开来。黑暗中竟然真有其他的世界，那会是什么景象？我看到很多扭曲的影子，但看不清他们。他们都很强大，甚至有些比我还要强大。他们向我招手，似乎是在邀请我。我想到我还肩负着责任，不能死在那里，所以退出了黑暗。木儿在黑暗里见到的那个影子，或许就是你见过的那些。黑暗之中的那些世界，我称之为暗界；我们所在的世界，我称之为冥界。明暗交替，白天时冥界占主导，而到了夜晚，则是暗界占主导。如果太阳手说的是真的，无忧香或许就在暗界里。我不明白，无忧香打造了驱散黑暗的太阳船，像神一样厉害，但是无忧香自己又像魔怪一样藏在黑暗里。那无忧香的人到底是神还是魔？你想的太简单了，年轻的小魔头，你与我是一样的。我又是什么？我想带木儿去暗界走一趟，探探无忧香究竟是什么。一个人能进出黑暗已经很不可思议了，带上木儿岂不是更加危险？放心，这400年来我还是有些长进的。待我闭关休整一段时间，出关后便带着木儿去暗界。国师，出师未捷，那些反对变法的宗派，只怕会更加猖狂。杀了便是。这些宗派没什么本事，却杀之不尽，只因神域还在，让他们心中有所倚仗。50年为期，我严康必非神域。齐殿下，严康大军已经退回密水关，
我们需尽快离开大墟，以防香龙城生变。不急，离开大墟前，我还得见一个人。大墟不是久留之地，你待在大墟，只能看到世界偏僻荒凉的一角，看不到外面天地之广阔。放牛的，你有胆识，也有潜力，我不想你一辈子都耽搁在这个穷乡僻壤里。我从小在大墟，我喜欢这个穷乡僻壤。哎，不过你倒是说说，外面的天地又有什么不同？法术神通，日新月异。延康国的皇帝和国师正开辟一个新时代，掀起一场大变革。你若是愿意同我做出一番事业，现在便可启程。延康国我一定会去，到时候便去找你。你不跟我一起走？我家规矩大，必须要通过长辈们的考验才算成年，才能离开家门。我家有9个长辈，要通过9关，但我至今1关未过。而且我还必须要进入暗界，找到无忧香。那我就在京城等你。我之前便觉得你身上很香，很熟悉，原来和我这香囊用的是同一种布料。这是用天香丝织就的，献给皇室的贡品，怎么就成你的了？嘿嘿，瘸爷爷说过，凭本事到手的，当然就是我的。你气鼓鼓的，脸显得更肥了。算了，我很大方的，香囊就送给你这放牛的了。不过，你不回送我些什么吗？香囊是你的？这不是瘸爷爷从肥妻那儿？难道你……我就是那个肥妻公子啊！你好好说，我胖吗？你在脸两旁梳着头发，是显得瘦一些，不过拨开头发还是胖墩墩的。这个送你。送女孩锤子。要不你挑个喜欢的。算了，还是锤子吧。七殿下，可以出发了。殿下，你是延康国皇帝的女儿？放牛的，咱们京城再会。驾！放牛的，咱们京城再会。你姓秦？将军也姓秦。天下之大，姓秦的有很多。有些人天生命贵，出身就是富贵；有些人天生命贱，出身就是贫贱。即便仗着神传现世，侥幸偷生，那也不能代表什么。你虽姓秦，但你是器皿，大墟中被神抛弃的贱民。小兄弟，不要有过多的妄想，你高攀不起。
秦将军，看来你不太受欢迎，我送你上路。公子。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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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公子，降龙城之人为何会拜器皿？秦将军，祝你一路平安。从今往后，整座城都是咱家的。那个器皿是何时傍上了城主？城主又怎会与他的杀子仇人共享降龙城？难道是见投靠严康无望，便想讨好器皿背后的枪神、神偷、毒王、天刀？山野莽夫，趋炎附势，只配在市井称王，永远也上不了庙堂。不对，降龙城易主了，城主早已被教主夫人取而代之。小姐的城主其实是教主夫人，如今整个降龙城都是天魔教的人，连那器皿也是。天魔教主对他如此恭敬，他在教中必定地位不凡。若非严康大军被那艘神船拦住，入城之时便会再度遭遇重创。降龙城不再是我这严康国能够叱咤风云的地方了。这座城已经姓秦，秦牧的秦。降龙城真是一块宝地，连龙柱似乎都蕴藏着很多厉害的神通，里面的元气走势就像是施展拳法的招式。不如马爷的拳法厉害，不过多学一点东西，等进入暗界就多一分把握。少教主，圣教左右护法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祖师传信过来，请少教主亲阅。永江匆匆一别已是3年，人言老而知命。我已老，观天命尚有7岁，愿有生之日还能再见少教主，盼登基。祖师只剩7年寿命了，他也在严康国等着我。还望少教主决定去留。你们回复祖师，待我从暗界回来，便去严康见他。是。木儿，村长出关了，准备带你去暗界，今晚便出发。墨儿，进入黑暗后，万万不能离开我左右。司婆婆，将大玉天魔经给他防身。木儿，啊！它还能变成手套，好轻，几乎完全感觉不到。瘸子，把地碟给他挂上。婉儿，这严康国的地碟千万不要弄丢了。哎，只取一条腿的。我一定好好保管。药师，聋子。这可是真龙宝穴，省着点用。
龙爷爷画的好像是我们村的4个石像，他们也会像之前那些画一样，飞出来变成真的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马爷，给他禅尊法相庇佑。哑巴，屠夫，把元气注入他体内。瞎子，我用哑巴和屠夫的元气，为你强行开启9重天眼，你就能以巅峰状态去观测黑暗。神啸、青啸、碧啸、丹啸、景啸、玉啸、狼啸、紫霄、火啸，9重天眼，开！魔，好多好多魔！莫怕。身上的光比星宿石还亮，就像神一样。不对，村长爷爷更厉害，是活着的神奇。我就知道，老头子还是老头子。哼，沉寂了400年的剑神，终于要出山了。木儿，我们走。婆婆放心。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万龙除星，原来香龙城，哦不，旧时代的天龙星宫是长这样吗？不可分心，黑暗危险异常，跟紧我。奇怪，刚才还能看到很多魔，现在反而一个都没有了。前面好像有道裂缝。不对，是4道，看起来好像是指甲。等等，5个指甲，4道裂缝，难道那裂缝是指缝？那个声音又来了，地面也在轻微的震动，就像地也在呼吸一样。那是……
危险！这就是当年最强的剑。木儿，当初我是在永江源头进入暗界的，我们便去那里寻找无忧香。这一路要奔行5000里，你速度太慢，我带着你。 好快！那是我们村。诶，永江龙王的龙骨在那，这就到永江龙宫了吗？是神女关的神女。 奶奶庙的海眼龙王，他们怎么跑出来了？这是要去哪里？这些都是神魔吗？不，他们是神魔的尸体。尸体？死去的神魔竟然全都复活了！这些神魔复活之后要去哪里啊？